灵台方寸山，齐康元安静地坐在池塘边上钓鱼，池塘里面的鱼儿不断游过，却没有一个人上钩。他们知道上面那个人心思不在他们身上。哎，穿越西游就算了，怎么偏偏穿越成为了准提的善师？这不一辈子都要受他的控制了吗？齐康元苦涩地暗叹一声，刚穿越时候就发现自己有一身准圣修为，以为自己能够大展拳脚，结果一看准提善师，这比想要展现2年半修为去，却发现没有篮球都还要难受。师傅，一名身穿道袍的年轻男子飞身而来，悟空师弟已经完全学会72变，修为也已经到达太乙金仙巅峰，不多时就可以下山了。来人正是菩提的大弟子，名曰陈乾，也是一个即将迈入大罗金仙的家伙。他天赋与实力都还不错，只是跟脚差了一些。当初创建灵台方寸山时候，齐康元不想太孤独，所以就随意收了一些徒弟，如今倒是很符合西游原著。知道了。齐康元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，看着师傅的模样，陈乾脸上也闪过一丝无奈。虽然不是很清楚具体情况，但他大概也能分析出来，师傅的出现应该是和西游亮节有关。如今西游亮节即将开启，也不知道方寸山以后何去何从。师傅，徒儿先行告辞了。对着齐康元行了一礼，陈乾再次飞身离开，缓缓放下手中鱼竿。齐康元站起身来，看向远方，这到底应该怎么拖下去啊？那特么可是圣人，一个眼神我就废了，更不要说我还是他的善士。也不知道孙悟空下山之后，他会怎么处理我们这群人。齐康元很是无奈，他曾经也想过将弟子们遣散，可弟子们下山溜达一圈后，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回来。那时候他就知道，除了孙悟空之外，等待自己等人的不会是什么好下场。穿越西游数百年，他却是连修行都做不到，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，很是难受。逆徒培养系统激活，宿主培养徒弟反抗天庭，大闹天宫，闹得越厉害，奖励越丰富。检测到宿主为准提善士被束缚，会根据闹天宫进度逐渐解开束缚，独为一体。注：徒弟首次大闹天宫，奖励翻倍。一道机械声音忽然在齐康元耳边响起，他猛然双眼一亮，系统，童子哥。然而系统却毫无反应，看来不是智能的。齐康元喃喃自语，嘿嘿，既然能够脱离准提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正好西游良节要走个大闹天宫的过场，那我不得让猴子好好的闹上一闹。齐康元眼底金光不断闪过，大品天仙诀72变、筋斗云、法相天地这些好像还不够啊，要加带一些私货才行。方寸山广场，大部分弟子都围观着一棵树，这棵树正是孙悟空变化而来。啧，这72变的确神异无比，悟空师弟天赋也着实可怕。是啊，算起来他真正学习本领的时间只有3年，你我3年时间可都还未入门。刷，原本变化成为树木的孙悟空忽然收了神通，享受着一众师兄的追捧。嘿嘿，师兄们不用贬低自己，在悟空心中，你们都一辈子都是我的师兄。刚刚来到广场，就听到孙悟空的话，齐康元忍不住叹息一口，这么可爱的猴，怎么到他们嘴里就成为泼猴了？摇摇头，齐康元缓缓走到孙悟空的面前，悟空，你且随为师来。听到齐康元的话，在场所有人眼底都闪过一丝莫名，他们知道孙悟空下山的时间到了。带着孙悟空来到后山，齐康元看了看孙悟空道，悟空，可还记得当初你来到方寸山第一次向为师求法所求为何？孙悟空用力点头，俺记得，当时俺不知天高地厚，想要那长生之法。嘿嘿，挠了挠脑袋，孙悟空傻笑道，如今俺已经知晓，长生之法并非一朝一夕，师傅不用多虑了。不，孙悟空话音刚落，齐康元却一脸严肃道，长生之法有，而且很简单啊。听到齐康元的话，孙悟空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齐康元没有在意孙悟空的反应，继续道，地府之中有一物名为生死簿，此物记载着天下万物的生老病死，不论是人妖神佛统统记录在册。正所谓阎王要你3更死，不会留人到5更，只要阎王用生死簿点卯，不论你修为多高，那你也要立马死去。听到齐康元的话，孙悟空顿时着急不已，师傅，那岂不是俺老孙这一生修为没有丝毫用处？须菩提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，这家伙对自己还是很信任的，轻而易举就被带偏了。并非如此，只要去一趟地府，将自己的名字从生死簿上划去，阎王就无法点卯。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解释，也是得到了长生。闻言，孙悟空顿时双眼一亮，师傅，俺老孙这就去。慢着，看着猴急的孙悟空，齐康元连忙阻止，你此去两手空空，地府能人异士众多，饶是你双拳也难敌4手，没有一件趁手的武器，你如何能办到此事？闻言，猴子脑袋顿时耷拉下来，那应该怎么办才好？齐康元心中憋着笑意，准提，既然你这么想要算计，那我让剧情提前一点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只是不知道你到时候能不能够承受得住。东海之中有一法宝名曰如意金箍棒，齐康元眼含笑意，我看此物与你甚为合拍，有此法宝，再加上一身铠甲，问题应该不大。但微微停顿了一番，齐康元继续开口，为保证你能够成功，为师决定再传授你几道神通，有了这几样神通傍身，上天入地你都会轻松无比。孙悟空闻言顿时双眼放光，还请师傅传授弟子。这几年他所学的神通法术皆厉害无比，所以他相信自己师傅出手绝对没有便宜货。齐康元也不含糊，当即用食指点在孙悟空眉心，你既已学会地煞72变，这天罡36变也一变传授于你。另外你本体乃是时候最怕水火之亲，为师再传你3昧真火与遇水之术。你这双先天灵眼倒是不错，却也容易被烟尘蒙去，为师再传你一道淬炼双眼之法，修炼到极致也可练就天眼。齐康元噼里啪啦地说了一通，这短短时间内比他之前3年传授孙悟空的神通法术都还要多得多。传法完毕后，孙悟空显然也发现了不对劲，疑惑看向齐康元，师傅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您这是要赶悟空走了吗？谁说猴子不心细？齐康元当即叹了一口气，缓缓开口道，悟空，你必须要下山了，你的劫为师注定无能为力，但只要度过这一劫，为师便能再次与你站在一起。不给孙悟空任何开口的机会，齐康元一脸认真地看着孙悟空，悟空，你要记住，下山之后不论做任何事，只要对方是天庭灵山，你就往大了闹。还有，今日我传授你之法术
术，若非受到生命威胁，否则绝不可以轻易施展。明显听出来齐康元那交代后事的语气，孙悟空紧张不已。师傅，俺老孙陪着您一起面对。齐康元摇摇头，悟空，要面对的是你，不是为师。你按照为师所言去做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。你若只想要留在方寸山，反而是害了为师啊。说到这里，齐康元猛然一愣，这话怎么感觉和原主一模一样？孙悟空显然没有发现齐康元的变化，当即用力点头。师傅您放心，俺老孙不闹他的天翻地覆，俺老孙就不姓孙。当天下午，孙悟空便离开方寸山。检测到在宿主影响下，孙悟空已经下山，正前往东海抢夺定海神针，奖励翻倍，奖励提前发放，奖励宿主7星宝莲。7星宝莲，先天灵宝，可屏蔽天机，隔绝本体对善事操控。时间3年。系统声音是时候在齐康元耳边响起。3年足够了。齐康元也没想到系统竟然会提前发放奖励，当即顾不得任何，直接将7星宝莲拿出来，包裹了整个方寸山。孙悟空已经下山，谁也不知道准提会想起方寸山的事情，万一他心血来潮要收回善师，自己可就要遭殃。师傅，陈乾脸上带着一丝苦涩来到齐康元身边。身为大师兄，他知道的事情更多，显然也明白自己等人如今的处境。齐康元转身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小钱钱，不用这副样子，咱们的转机都在你们小师弟身上，或许咱们可以改变结局。东海，孙悟空速度极快，他直接冲入龙宫，根本不给东海龙王丝毫开口的机会，抓着虾兵蟹将就是一顿砍，顺便还探出2道火焰，烤2只螃蟹来补充体力。那里来的妖猴，胆敢在我东海龙宫捣乱，不知死活了吗？东海龙王反应迅速，很快就带着几条龙和一群高手前来。当他看到孙悟空的时候，不由微微一怔，这么快就要开始了，怎么总感觉剧情不对？等他看清孙悟空周围死伤无数的虾兵蟹将时候，脸都忍不住抽了抽。你就是东海的老泥鳅？孙悟空斜着眼睛看向东海龙王，正好将如意金箍棒所在告知你孙爷爷，你爷爷我便饶你小命。他怎么知道如意金箍棒的？东海龙王眉头皱得更深，总觉得那里不对劲。只是孙悟空这副模样，让他心中有些不悦。哼，你以为东海是你家不成？想要如意金箍棒，也要看你有没有本事。话音落下，东海龙王猛然挥手，他身边的几条龙瞬间冲向孙悟空。嘿嘿，正愁不知道闹多大，这杀2条龙应该是可以了吧？孙悟空心中暗喜，丝毫没有忘记师傅的吩咐。只见他瞬间化作一道100米巨人，随手一拳轰向其中一条白龙，巨大的拳头狠狠地撞击在龙头之上。下一刻，那白龙身形一僵，直直朝着地面落去。小白龙，东海龙王脸色猛然一变，他没想到身为自己亲卫的小白龙，竟然连孙悟空一拳都接不住。就在他愣神的片刻，又有2条龙坠落在地。够了！眼看着越来越多的伤员出现，东海龙王怒吼一声：“孙悟空，你可别欺人太甚！”孙悟空收回拳头，看向东海龙王：“你认识俺老孙？你为何认识俺老孙？”眼底寒芒一闪，孙悟空显然意识到了一些东西。他从方寸山出来后，便直接来到东海龙宫。除了方寸山的人，按道理外面没有人知道他名字才是。这身居龙宫中的东海龙王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？难道这就是师傅提起的劫难？东海龙王脸色猛然一变，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失言。可，本王有一法宝，能够窥视别人信息，知道你名字并不困难。东海龙王随意瞎扯了一句，反正龙宫宝贝众多，随便说说也无所谓。孙悟空则是嘿嘿一笑，这宝贝不错，俺老孙要了。东海龙王顿时气急，没有好气的开口，这宝贝早就上交天庭，找不到了。那你就先将如意金箍棒给俺老孙，届时俺老孙自己去天庭去取。孙悟空冷冷一笑，道。闻言，东海龙王脸色由青变紫，难看至极。孙悟空，你真以为本王不敢对你出手不成？半晌之后，东海龙王压低了声音，带着一丝怒意。若非为了西游亮节，他早就出手了。孙悟空毫不在乎的嘿嘿一笑，你尽管出手，反正这里是东海，打死了谁，打坏了东西，俺老孙也是一点也不心疼的。听到孙悟空的话，东海龙王的脸色十分难看。他真正实力并不比孙悟空低，可偏偏他不敢真正的伤害到孙悟空，这是上面要的人，就算是要折腾，也是上面折腾。按照时间计算，如今也不到孙悟空前来取金箍棒的时间。莫非西游亮节出现变化？龙王给龟丞相使了一个眼色，龟丞相瞬间明白意思，立马后退。孙悟空并没有阻止龟丞相，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师傅让他来闹，他就用尽全力去闹，然后拿着金箍棒走人。老泥鳅，你给是不给？不给的话，我掀了你的龙宫！孙悟空忽然大喝一声，吓了龙王一跳。龙王目光阴沉看着孙悟空，半晌之后这才勉强挤出一抹笑容。嘿嘿，上仙既然是来求取法宝的，我自然愿意双手奉上。只是这如意金箍棒重达18000斤。孙悟空不耐烦摆摆手，看不起俺老孙是吗？俺老孙就让你看看俺老孙的力量。话音刚落，孙悟空身形已经消失在原地，下一瞬出现在一条白龙身边，一把将其抓在手中。给我！起！怒喝一声，孙悟空猛然用力，直接将那白龙当作一根皮鞭甩来甩去，就扑。白龙甚至连呼救之声都发不出，整个人就晕了过去。好大的力量！东海龙王见状眉头不由一挑，龙族如今堕落，无法比拟上古龙族，但他们化形之后身躯也足足有近万斤，如此重量却被孙悟空当作皮鞭一样随意丢，着实有些可怕。饶是他自己力量都差了一些，除非动用一些其他手段。轰！孙悟空忽然松手，白龙那巨大的身躯瞬间撞击在东海龙宫的大门之上，发出剧烈的声音，刷刷。而后无数的水晶装饰掉落，就连大门都变得扭曲起来，仿佛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。孙悟空又来到另外一条黑龙面前，一把抓住它的尾巴。黑龙只来得及惨叫一声，就被孙悟空挥成了一股旋风。这一次，孙悟空没有丝毫停留，直接用黑龙的肉身疯狂砸东海龙宫的大门。砰砰！一道道摄人心魄的声音中，东海龙宫的大门不断的震动扭曲。轰！我的水晶大门啊！轰！我的千年珊瑚啊！轰！我的黑龙已经快要咽气，孙悟空一
犹未尽嫌弃的将其丢掉，给你，我给你。眼见着孙悟空又要去抓另外一条龙，东海龙王连忙开口。孙悟空闻言嘿嘿一笑，早点给我不就行了，何必折腾这么久？看着已经碎成8块的龙宫大门，东海龙王心在滴血，这可是他贪污了几千年才打造出来的门面，这一下几千年的私库全部要交出去了，不行，这笔账必须算在猴子身上找灵山报账。龙王心中一横，反正他已经闹了，具体的账目还不得是我说了算。咬牙切齿地看着孙悟空，东海龙王却不得不挤出一抹笑容。上仙，这边请。这一次他并没有任何小心思，直接带着孙悟空来到定海神针面前。上仙，这便是如意金箍棒。东海龙王指着巨大的定海神针道：“此物重达18000斤，若是你带不走，本王也是没有一点办法。”话虽然这样说，但东海龙王知道这棍子肯定会跟孙悟空离开，上面那些人早就已经做好一切准备，这棒子只会认孙悟空。好东西，虽然有淤泥青苔覆盖，但孙悟空一眼就看出如意金箍棒的部分。跟我走吧，俺老孙带着你去爽遍天下。孙悟空抬起右手，覆盖在如意金箍棒之上。嗡，感应到孙悟空的气息，如意金箍棒立马开始抖动起来，那些覆盖在他表面的淤泥青苔纷纷落下，露出金铲铲的身躯来。孙悟空自然也感应到了棍子的兴奋之意，对其勾了勾手指，唰，如意金箍棒猛然变成一根2米左右的棍子，漂浮在孙悟空面前，一把抓住如意金箍棒，孙悟空猛然朝着地面砸了下去。轰，整个东海龙宫都微微颤抖了一番。好棍，满意点点头。孙悟空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的东海龙王，歪心思又来了。奥莱坞、花果香、定海一棒万妖潮，一套棍法被孙悟空施展开来，这是他离开之前菩提祖师传给他的。原本他身为猴子就很擅长玩棍子，在这神秘棍法加持之下，他更是如鱼得水。既然是第一次出山，第一次动手，那自然要实验一下这棍法的威力。如意棍法，怒喝一声，孙悟空对着东海地面再次狠狠砸了下去。轰，原本承接如意金箍棒的高台瞬间被砸得稀碎，摇晃之中的东海龙宫更是东倒西歪，就连东海龙王都站不住脚步。这棍法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忽然强了很多？就算是有定海神针加持，也不至于如此才是。东海龙王惊骇不已，看着孙悟空能造成如此波动，就算是他也办不到。孙悟空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东海龙王怒不可遏。然而孙悟空仿佛没有听见一般，继续挥动着如意金箍棒，施展自己的如意棍法。可恶！手掌一翻，一柄长刀出现在东海龙王手中，他已经无法继续忍受下去。若是这猴子再来几下，整个东海龙宫怕是都要毁灭。龙族千万年的心血可全部都在这里，你给我停下来！巨大的刀芒狠狠斩向孙悟空。正舞得十分起劲的孙悟空眼底寒芒一闪，嘿嘿，来得正好，还怕你不出手吗？吃俺老孙一棒！如意金箍棒瞬间探出，直接将那恐怖的刀芒给击碎。东海龙王已经冲到孙悟空的面前，老泥鳅，你这速度有些慢啊！孙悟空不屑地开口，金箍棒已经被他玩出了花，随手一抬，便一个诡异的角度穿透了东海龙王的长刀，直探他的眉心。护心镜，心中一惊，东海龙王连忙记起一件法宝，千万年的积累，他身上法宝自然不在少数。胸口的忽然闪烁一道奇异的光芒，紧接着一面镜子缓缓飘出来，咔嚓，镜子面前的空间瞬间凝固，直接顶在了金箍棒顶端。那宛若玻璃的空间，却是被金箍棒顶出一道道裂纹。这么强，东海龙王心中一惊。护心镜的防御，除非是大罗金仙中期，否则根本不可能破开。孙悟空的力量将其产生裂纹，岂不是说他的力量已经堪比大罗金仙中期？可他修为明明只有太乙金仙巅峰。东海龙王心中震撼不已，不愧是上面选中的人，短短几年时间就有如此能耐。可他手中长刀却依然没有丝毫停顿，狠狠地刺向孙悟空。哟呵，不错啊！孙悟空身体侧开，那长刀之上的刀芒直接没入孙悟空背后所在。轰！一处水晶宫瞬间被击碎。啊！女人尖叫的声音响起，也不知是东海龙王什么亲戚，裸露着身躯快速逃离。孙悟空，你竟敢躲！见到这一幕，东海龙王更是愤怒不已。这是他最喜欢的小妾之一，就这样被人看光了。瞧你这话说的！孙悟空很是无语的翻了一个白眼。我不躲开不就受伤了吗？换做你，你不躲。说着，孙悟空手中金箍棒瞬间化身千米长，狠狠朝着东海龙王砸了下去。想到孙悟空那恐怖的力量，东海龙王也不敢轻易去接，只能侧身躲开。砰！长长的棍子直接在东海龙宫拉出一条口子，棍子所在地方留下一条深深的沟壑。啊，我的龙宫啊！东海龙王目眦欲裂，孙悟空则是无所谓的耸耸肩，看吧，是你也要躲开的，不能因为这样你就怪在我身上不是？那苦口婆心的模样，仿佛是在说东海龙王不应该这么激动。东海龙王的确不激动了，他快要被气吐血。不论是大门还是水晶宫，碎了他还能报账，还能想办法弄回来。可这一条长长的沟壑直接动摇了东海龙宫的地基，若不尽快修复，可能会造成海水倒流，死伤无数。东西的账他可以随意报，但死了人的孽债他可找不到地方报。天道无私，不会因为他三言两语就不记在他的身上。18精卫，36随从，跟我一起稳住海水。东海龙王甚至已经顾不上孙悟空，对着龙宫怒吼。紧接着几十道身影从暗中飞出来，每人占据一个地方，开始稳住东海龙宫的地基和周围海水。戳到大动脉了！看到这一幕，孙悟空也不由得停了下来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这一击应该给东海龙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，要不然老泥鳅怎么连自己都不管了？快去宣其他龙王！东海龙王再次怒吼一声，刚刚接到天庭旨意的龟丞相甚至来不及反应，转身就跑。他也明白事情闹大了。三海龙王来得十分快，四海之间都有传送阵，得知情况危急，他们也来不及做任何准备，直接就过来。结阵，龙魂精神。东海龙王身形一闪，直接出现在东海海面之上。大罗金仙恐怖的修为从他身上爆发，三海龙王紧跟在他身后，快速的将力量借给他。一道道玄妙的符文出现，原本波涛汹涌的东海，在这些符文的镇压之下，瞬间安静下来。不好，这阵法有点东西，继续下去，俺老孙可能要遭。孙悟空也顾不得继续捣乱，随意看了一眼周围，而后一捞，驾着筋斗云离开。孙悟空大闹东海，造成东海损失无数，击碎东海地基，造成海水波动。综合评价。
奖励宿主7星宝剑1笔，7星宝莲完整使用权，准提因果减少10%。孙悟空离开瞬间，系统声音在齐康元脑海中响起，一柄长剑出现在系统空间，而后他感觉自己身体中有什么东西被抽离，整个人感觉无比舒适，骨头都舒展开来。师傅，灵山来话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陈前的声音忽然响起，一脸焦急地飞过来。灵山那边问，为何孙悟空下山的时候并未通知他们？如今孙悟空闯下大祸，需要有人去善后。陈前一脸焦急地看向齐康元，加入方寸山没有多久，他就知道了很多事情，一部分是师傅告诉他的，一部分是他自己探听出来的。师傅曾经也想过让他离开，可他每次下山都会莫名其妙地回来。那时候他们都很清楚，自己这一辈子怕是无法离开了。看着心神有些不稳的陈前，齐康元抬起右手轻轻按在他的肩膀之上，不要慌，有些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恶劣。齐康元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在他力量安抚之下，陈前心神也逐渐稳定下来。前儿，你是为师收的第一个弟子，也是为师最为喜欢的弟子之一。齐康元收回手掌，缓缓站起身来。身为大师兄，有些事情你需要做到比别人更加沉稳才行。陈前点点头，师傅，我也明白这一点。可这次灵山是来问责的。齐康元淡淡一笑，无需慌张，为师已经有法子了，你且回去带着师弟们好生修炼，不久后就到你们下山时间了。陈前闻言微微一怔，下山？齐康元用力点头，没错，下山，你们都可以下山，而且还会带着为师的任务下山。陈前更加不明白，可是师傅，灵山。齐康元冷冷一笑，他准提用这种办法囚禁了我无数年，哪怕是分身，本座也该有自由了。你们尽管修炼，为师自然会处理好一切。陈前一脸震惊看向师尊，他明白师尊应该是真的要做点事情了，而且好像很有把握。弟子明白了，这就回去带领师弟们好好修炼。陈前用力点头。齐康元抬手打出一道金光，没入陈前脑海之中，此乃天罡地煞108变以及法相天地，你们先练着，等会了之后，为师再传授你们其他神通。陈前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可是他们曾经眼巴巴看着孙悟空修炼，而自己却没有机会修炼的高级神通啊！如今师傅连这些神通都传给自己了，看来是真的打算和灵山决裂。陈前没有继续追问，转身离开。与此同时，孙悟空已经回到花果山，他并没有惊动任何猴子，直接来到水帘洞深处。按照师傅所言，水帘洞应该还有一处隐秘之地才是。孙悟空在自己王座旁边找寻许久，却没有丝毫收获。他忽然心神一动，来到了水帘洞入口。先天灵眼，给我开！此时他尚未被丢入八卦炉中，双眸还是自带的先天灵眼，而不是削弱过后的火眼金睛。找到了，在入口的侧方，孙悟空发现一道隐秘的能量波动地方，他直接化作一缕青烟飞了进去。眼前景色一变，孙悟空已经来到一处鸟语花香的洞天福地，好浓郁的灵力，都快要赶上方寸山了。孙悟空十分享受的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放眼望去，全是真气花草。可惜这些东西对俺老孙没太大用处。缓缓摇头，孙悟空径直飞向了此处唯一的一汪潭水，这是万年石钟乳。看清那乳白色的潭水，孙悟空顿时惊喜不已。服用万年石钟乳可以淬炼肉身，让自己的肉身更加强大。此处多到可以游泳的万年石钟乳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福星。妖族本就注重血脉之力，肉身强悍者可以刀枪不入。若是将这些万年石钟乳全部炼化完毕，他估摸着自己肉身能达到先天灵宝的强度，也就是和如意金箍棒差不多。仅仅是这一样宝贝，就足以让俺老孙得到飞跃。孙悟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行压制住内心的激动，还是先看看从东海龙宫得到了什么好东西吧。他离开之前随手一抓，可是抓了不少东西。将这些东西全部展开后，孙悟空却并没有太过欢喜。一件铠甲，一双鞋子，一颗夜明珠以及一枚贝壳，本就是随手一抓，孙悟空也没想着能拿多少好东西。铠甲和鞋子正好可以使用，顺手将夜明珠和贝壳也安在铠甲之上。孙悟空准备继续自己任务，下一站地府。长生这件事情一定要先搞定。嘿嘿一笑，孙悟空并没有走出洞天福地，而是直接使用通幽之力朝着地府而去。几乎是片刻之间，他就来到一处鬼门关。来者何人？一名鬼差诡异地出现在孙悟空的面前。此处乃地府，生人勿入。孙悟空仔细看了看鬼差，纯阴气凝聚，难怪可以出现在地府任何位置。再看看自己那宛若太阳一般闪耀的阳气，孙悟空觉得自己不被发现都难。小哥，我去找阎罗王办点事。很快的，孙悟空记得自己主要目的，生死簿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还不是开打的时候，至少也要毁掉生死簿之后再翻脸也不迟。哼！鬼差冷哼一声，我管你也是修行中人，念你修行不易，还是快快离开吧。阎王不是你想见就可以见的，等你死了之后，自然就可以见到了。哎，闻言，孙悟空不由叹了一口气，这鬼怎么就喜欢敬酒不吃罚酒呢？既然你不告诉我，那我自己去找吧。话还没说完，孙悟空猛然伸出一只手抓住鬼差的脖子，微微用力，那鬼差便化作一道道阴气消散。杀了鬼差后，孙悟空并未停留，收起身上的阳刚之气，并变化成为一只幽魂，离开此处。唰，几乎是在他离开瞬间，一黑一白两道身影出现在原地。咻咻，白无常动了动鼻子，高手。黑无常看了看周围，伸出一根手指触碰周围阴气。太乙金仙以上，大罗以下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一抹震惊。太乙金仙全部都在地府有备案，是谁会闯入地府并且杀了一名鬼差？白无常语气阴森，难道他就不怕阎王找他算账？黑无常眼珠翻动，会不会是新人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人才敢做这样事情？黑无常的话让白无常一怔，虽然几率很小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这些年人间修为比较高的修士，在成仙之前都会在地府备案，但也有一部分非比寻常的天才，一次闭关就直接突破极限。当他们出关时候，早已超越普通仙人。这个时间很短，短到地府甚至都来不及备案。于是
乎就会有鬼差勾魂，产生矛盾，但直接在地府击杀鬼差的很少。先找到人吧。白无常沉吟片刻后开口道，实力不容小觑，你我兄弟二人怕是不够砍，我继续追踪，你去申请安排人手。两人分别朝着不同方向而去。很快，一道道人影从地府之中出来，与白无常会合。此刻孙悟空已经来到黄泉路，这就是彼岸花。听师傅说过，彼岸花虽然没有太大用处，但里面蕴含的一丝规则力量，可以很好的入药。孙悟空心思活络，要不先抓一点。趁着所有人没有注意，孙悟空随手薅了一大把。彼岸花消失瞬间，一大群鬼差出现，而后一名身材矮小的老妪缓缓走了出来。这个老太婆有点强啊！孙悟空死死地盯着那老妪，虽然看起来老妪摇摇晃晃，仿佛随时都要倒地一般，但孙悟空却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压力，仿佛只要她一动手，自己就绝无反抗的余地。老妪忽然咦了一声，猛然转头看向孙悟空所在方向。孙悟空连忙收回自己目光，可他的一切根本瞒不过老妪，这就是西天取经选中的那个小猴子。老妪正是孟婆，他本打算出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没想到竟然发现孙悟空来到地府，看他那模样，应该已经取到如意金箍棒了。孟婆深深看了一眼孙悟空，旋即挪开视线。天庭灵山此刻正在找他，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来到地府，莫非他是来毁掉生死簿的？看来这个小家伙应该也发现了不少东西，所以才会提前了吧。心中暗道，孟婆嘴角闪过一抹笑意，缓缓开口，无事，大家都回去吧。听到孟婆的话，所有鬼差都离开。孟婆在地府的地位很特殊，就连阎罗王都要给他三分薄面，这些鬼差自然也要听他命令，继续前行。淡淡吩咐一句，孟婆也离开。等到孟婆的气息完全消失，孙悟空这才长长的吐出一口气。好家伙，这孟婆莫不是已经超越大罗金仙了？孙悟空内心感叹一句，孟婆给他压力实在太大，就连四海龙王联手都未曾让他感受到如此压力。不行，地府这鬼地方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要尽快找到生死簿所在，做完任务就回去。孙悟空自我呢喃一句，不要在寻求长生路上嗝屁了，那就要让人笑掉大牙。身形一闪，孙悟空看准了一个修为很弱鬼差离开方向，快速跟了上去。如今他融会贯通地煞72变与天罡36变，他的变化之术已经很少有人能够看穿，周围这些修为很弱的鬼差更加不可能发现。一路跟随鬼差来到一处隐秘的地方，孙悟空直接亮出身形，哪里来的阴魂？不去黄泉路奈何桥，竟然跑到这里来了。鬼差看到孙悟空变化的阴魂，顿时眉头一皱，那些家伙也真是的，竟然让这家伙溜出来了。鬼差猛然抖动手上的锁链，锁链宛若手臂一般迅速缠绕在孙悟空的身体上。小家伙，跟我走吧，这边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鬼差叹了一口气，又是增加工作量的一天。阴魂溜出轨道之事在地府并不少见，任何鬼差发现后都要增加一项工作，将阴魂带回正规。这鬼差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今天被自己遇见了。鬼差微微用力，就要准备拉着孙悟空回到正轨，可当他用力的时候，却发现锁链另外一头重若千斤。鬼差疑惑转头，发现孙悟空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。小家伙拉得动你孙爷爷吗？鬼差猛然瞪大双眼，另外一只手快速摸向腰间，那里是他们鬼差相互沟通的重要工具。然而孙悟空的速度更快，锁链根本束缚不了他的身躯，一把抓住鬼差的脖子，孙悟空随手掰扯了2下，将鬼差的四肢给扯了下来。鬼差都是阴气凝聚，四肢脱离后就开始消散，随手捏了个法诀将阴气凝固，不再继续溃散。孙悟空这才开口，好好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这四肢也会帮你接回去。鬼差见到孙悟空手段，明白自己在他手里翻不起来任何浪花，连忙点头。他们虽然是阴气凝聚，但凝聚也是需要时间，损失了四肢，他可以重新长出来，但阴气总量却会减少很多。想要重新凝聚，他至少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达到如今的程度。生死簿在什么地方？孙悟空直截了当的开口问道。啥玩意儿？听到这个问题，鬼差整个人顿时就傻了。你问我生死簿在什么地方？要不你还是直接问我阎罗王的内裤在什么地方嘛，我还能给你八卦一下。生死簿乃是地府最高机密之一，怎么可能是他一个鬼差能知道的？可面前这个杀神根本不讲理，仿佛自己回答的不满意，他就要将自己撕碎。鬼差人性化的做出一个咽口水的动作。这位上仙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鬼差，生死簿在地府很重要，根本不是我能接触到的。孙悟空一怔，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那你给我说，阎罗王在什么地方？孙悟空再次开口，阎罗王乃是地府最主要负责人之一，找到他一定能找得到生死簿。原本孙悟空也打算直接打进去的，可来到地府才发现地府比东海大了不知道多少倍，又遇见孟婆，让他知道地府不是软柿子。这鬼差声音微微有些发颤，真的带着杀神去阎罗殿，阎王会不会撕碎自己啊？有问题。孙悟空双眼一眯，莫非你想现在就死不成？鬼差身形一颤，带去阎罗殿可能会被阎王撕碎，不带的话现在就要被撕碎，好难选择自己被撕碎的时间和方式啊。纠结半晌，鬼差还是老老实实的开口，上仙，阎罗殿就在这个方向最高建筑的地方，但哪里鬼气弥漫，等级森严，小鬼没有资格进入。您看。孙悟空摆摆手，俺老孙知道了，真是没用。随手将四肢塞入鬼差身体，孙悟空化作一缕青烟飞往阎罗殿。看到自己的小计谋竟然真的得逞，鬼差不由松了一口气。他不是没有资格进入阎罗殿，只是带孙悟空进去肯定会被撕碎，所以他就指了指方向，不打算亲自带孙悟空前往。所幸孙悟空并没有太多心思，直接就去了。唰，就在孙悟空刚刚离开没多久，白无常一行人便来到此处。秀动了动鼻子，白无常双眼微微眯起，朝着阎罗殿去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黑无常随手一抓，刚刚的鬼差被他虚空射了过来。你告诉他阎罗殿位置的。鬼差惊恐看着面前一群大佬，小鬼知错了，小鬼也不敢啊，那人很可怕。黑无常直接打断鬼差，那人是什么模样？鬼差颤颤巍巍回答，是一个尖嘴毛公猴子，虽然他也是阴魂状态，但我看他模样应该还没死，他应该是个修为有成的上仙。无常大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……砰！黑无常并没有给鬼差太多解释的机会，随手一捏，鬼差便化作泡影消失。地府中鬼差数不胜数，大部分都是游魂无法进入轮回，死了几个，一点浪花都没有。所有人看着这一幕都没有
丝毫反应，直接去阎罗殿吧，我通知阎罗王。白无常再次开口，率先飞往阎罗殿。正在处理公务的阎罗王收到白无常消息，愣了一下，猴子，莫非是他？阎罗王喃喃自语，想到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已经猜测到孙悟空身份，这猴子来地府应该是为了生死簿而来。阎罗王放下手中的卷轴，依靠在椅子上，看来他应该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，否则不会目的性这么强。不过终究要走这一步的，不如直接将生死簿给他罢了。我可不想学东海龙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想到这里，阎罗王对身旁判官挥挥手，去将花果山的生死簿给我照过来。沉吟一下，阎罗王又继续道，顺便让黑白无常来我这里，其他人带着周围的鬼差阴魂都散了吧。等下你也离开，毕竟是要演丢脸的戏码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他阎罗王好歹也是有身份之人，总得要一点面子不是？等阎罗殿的人都离开后，阎罗王大手一挥，将贵重的宝贝都给收了起来。他可是听说了，孙悟空离开的时候还抓了东海不少好宝贝。地府虽然比龙宫还要富足和强大一些，但也不想给他人做嫁衣。判官很快送来了生死簿，而后匆匆忙忙离开。显然他也知道一些事情，那个烫手的山芋马上就要来了，他可不想沾染上。就在判官离开没多久，孙悟空化作的阴魂就来到了阎罗殿。这就是阎罗殿，也太冷清了一些吧？孙悟空看着周围冷冷清清的场景，吐槽道，一看就没有什么好宝贝，比东海龙宫差多了。听到孙悟空的吐槽，阎罗王心中没有一点不爽，反而乐得一批。不觊觎我这里东西是最好的。你是何人？来此作甚？白无常忽然出现在孙悟空面前，脸色阴冷无比。他真的很烦躁，这种挨揍的任务怎么就被他哥俩给摊上了？本来以为追踪的是一个不知名地仙，结果竟然是这死猴子。早知道就不多管闲事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好了。孙悟空抬头看了一眼白无常，高瘦如竹，面色惨白，赤红长舌。你是白无常？那旁边就是黑无常了。黑无常，知晓我兄弟二人，还不快报上姓名来？此处乃阎罗殿，岂是尔等可以随意进出的？孙悟空嘿嘿一笑，也不装了，直接丢弃阴魂形象。俺老孙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也。黑白无常对视一眼，只觉得这猴子好中二，忍住翻白眼的冲动。白无常继续道，孙悟空，你尚未生死，来地府做什么？速速离去，等你阳寿尽了时候，我兄弟二人自然会来接你。孙悟空闻言顿时都逗笑了，俺老孙倒是想要问问，俺老孙还能活多久？黑无常转头看向阎罗王，生死簿乃地府重器，非阎罗王不可查阅，你阳寿多少，需要请示阎王。阎罗王闻言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眼孙悟空，罢了，既你来到此处，也算是缘分，本王今日就破例为你查阅一番。说完，阎罗王掏出生死簿，装作翻了几页，暗中却掐了个法诀，将花果山所有猴子的名单全部唤出。孙悟空，东胜神州花果山人士，乃天产狮猴，该寿342岁，善终。阎罗王缓缓念出生死簿上的内容，这一点他倒是一个字都没有更改。哟呵，孙悟空闻言顿时笑了，俺老孙寿命还是挺长的嘛。阎罗王憋住笑容，严肃点头，确实不错。错字尚未出口，一根金色的棍子猛然出现在阎罗王面前，直接挑向生死簿。大胆！黑白无常又惊又怒，这猴子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，直接就动手了？就连阎罗王也微微一怔，但他毕竟见过大世面，手掌微微一抬，生死簿换了个方向，再次回到他手中。生死簿可以让孙悟空毁掉，但也不能这么容易。哭丧棒，锁魂链。黑白无常手中法器出现，轰向金箍棒，两人同为太乙金仙巅峰，全力一击，竟然将金箍棒震得微微颤抖一下。感受金箍棒传来些许震动感，孙悟空嘲讽开口，太弱了，你们这点力量连俺老孙的防御都破不了。金箍棒猛然一抖，黑白无常瞬间被巨大的力量掀飞。好强的力量！倒飞之中的黑白无常快速稳定身形，惊讶地看向孙悟空。同境界中他们不是最强的那一批，但绝对是不弱的。可面对同样境界的孙悟空，两人力量竟然比不过他一人。就连阎罗王也惊讶看向孙悟空，他身份超然，实力自然也不低，若不是因为上面原因，他也能将孙悟空镇压。这天生石猴果然有些不太一样啊，难怪东海龙王一个不注意都吃了大亏。阎罗王内心感叹，看来我的决定是对的，提前将好东西全部都收走了。心念一动，阎罗王趁着没有人注意，将桌子上的毛笔也给收了起来，一点也不浪费。呆！孙悟空低喝一声，身形快速冲向阎罗王。黑白无常趁着这个时间稳住身形，再次冲了上来。这一次他们不敢有任何小看孙悟空，全都拿出了吃奶的力气。黑白无常，鬼哭狼嚎，一阵鬼叫声音响起，低沉的音波让阎罗王周围的阴气都出现一阵阵波纹。孙悟空眉头一皱，他第一时间封闭了听觉，却发现没有太大作用。这鬼哭狼嚎之声竟然直接作用在灵魂上，以为俺老孙的灵魂是弱点吗？孙悟空不屑一笑，大品天仙诀快速运转，一股清气从他身体之中爆发出来，在周身形成一个透明的屏障。鬼哭狼嚎的灵魂攻击被轻松抵挡在屏障外面，剩下的声音也传不到封闭听觉的孙悟空耳中。虽然如此，孙悟空却不会放过这个发怒的机会。什么鬼叫声音，简直吵得人心烦！怒吼一声，手中金箍棒猛然变大，给我闭嘴！轰！巨大的金箍棒狠狠地朝着黑白无常砸了过去。老黑，合体技！黑白无常同时怒吼一声，阴阳无常，黑白两色交织在一起，一股堪比大罗金仙的力量瞬间爆发开来。两人疯狂催动法宝，欲要挡下这个恐怖的攻击。阎罗王见状，脸色微微一变，这一棍饱含孙悟空全力，黑白无常根本承受不了，这可是他最心爱的助手之一，任劳任怨，还能提供情绪价值。阎罗王身形一闪，故意将生死簿落在桌案上，下一瞬他已经来到黑白无常的身边，一把抓起两人，快速后退千米。我的阎罗殿也该重新装修一下了。阎罗王快速后退，内心却隐隐有些欢喜。轰！金箍棒狠狠地砸落在阎罗殿，几乎是在一瞬间，这座古老的宫殿瞬间化作尘埃。阎罗王速度不慢，在宫殿倒塌的时候，已经抓着黑白无常来到很远的地方。多谢阎王出手！黑白无常惊魂未定地看着面前这一幕，这样恐怖的力量若是落在他们身上，怕是轻一筷子一块的。阎罗王放下两人，淡淡开口：无妨，你们也退去吧。本以为你们可以与他
他斗个旗鼓相当，看来是我小看他了。闻言，黑白无常如蒙大赦，仅仅只是短短的2招，他们已经完全确定自己不是孙悟空的对手。咳，一阵咳嗽声音从阎罗殿废墟中传来，孙悟空抓着生死簿飞出来，他第一时间并没有管阎罗王等人，而是自顾自拿着生死簿翻起来，这上面记载的全是花果山的猴子猴孙，看来就是我要找的那一本。见到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，孙悟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下一瞬，手中金箍棒化作一把匕首，刺穿了生死簿，哗啦啦，匕首挥舞剪，生死簿已经化作漫天在纸屑。这一幕看得阎罗王目瞪口呆，这家伙谁教他这样操作的？他不知道生死簿是毁不掉的吗？想要抹去自己名字，直接划掉就是了啊！现在名字没划，生死簿又碎了，和什么都没做有什么区别？阎罗王心里冒出10万个为什么，他怎么都没想到孙悟空竟然会这样搞。生死簿乃是天道地道力量集合，虽然是一本书的模样，但并非是真的纸张，哪怕是被随意撕碎，也可以很快复原。想要抹去自己在生死簿上的存在，要么荣升仙级，要么直接划掉自己的名字。偏偏孙悟空做了一个看似厉害，实则什么作用都没有的行为。做完这一切的孙悟空心中却是洋洋得意，嘿嘿，俺老孙将你们生死簿都毁了，我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来控制俺老孙的生死。阎罗王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算了，还在演戏，只是多了一些工作要做了。哎，苦命的打工人，将以前让自己愤怒的事情全都想了一遍。阎罗王愤怒开口，大胆孙悟空，胆敢毁掉生死簿，来人呀，将他给我拿下。阎罗王的声音响彻九幽，一些知晓其中情况之人快速的朝着阎罗殿而去，他们都是提前被安排好前来演戏的人。地府深处，地藏王抬头看向阎罗殿，怎么回事？孙悟空这么快就来了？他久居地府深处，加上地府故意封锁消息，所以他还没有得到灵山的消息，不知道孙悟空已经到了东海，更不知道如今孙悟空的实力已经超越了他们的预计。谛听，你且看看怎么回事。地藏王对身旁谛听询问，谛听点头，竖耳倾听。很快，他脸色急剧变化，整个兽都有些不太好了。菩萨，我若是没听错的话，孙悟空不仅来到地府，而且还将东海搞得一团糟。谛听咽了咽口水，灵山和天庭都在找他，而且他的实力也超出之前估计。此刻，他正在和地府的高手混战。地藏王眉头一挑，哪些高手？4大判官、6暗公曹全都出手，10大阴帅在一旁略阵，根本插不上手。我看阎罗王的模样，他好像也蠢蠢欲动。地藏王闻言眉头一皱，4大判官、6暗公曹全都出手了，孙猴子这么强大？谛听用力点头，虽然他还没突破大罗，但有如意金箍棒加持后的力量，十分可怕。我估算已经达到大罗金仙层次的力气。他还用出了一套诡异的棍法，10人竟然无法近身。地藏王猛然站起身，就要准备亲自前往。谛听见状连忙阻止，菩萨不可啊！孙悟空对西游亮劫固然重要，但你这位置更加不可出现任何差错，否则前功尽弃，你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还没踏出一步的地藏王闻言停下动作，整个人站在原地沉默不语。良久后，他才缓缓开口，希望阎罗王他们不会拎不清吧。再次盘膝坐下，地藏王看了一眼谛听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谛听神通虽然神异无比，但战斗能力却十分羸弱，别说太乙金仙巅峰，就是一个小小的金仙都能给他造成不小的威胁。或许这就是有得有失吧。继续关注战场，将那边情况同步给我。地藏王还是不放心，孙悟空是西游取经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绝对不能出现差错。谛听点点头，开始现场直播。地府10大高手分布在孙悟空周围，看着这10人，孙悟空越打越兴奋。这10人都是介于半步大罗和初入大罗层次，给他如今练手最合适不过。他们的力量伤不到孙悟空的根本，而他们的防御也正好能够被孙悟空破开，却又不会直接被重创。势均力敌的对手才能试探出自己的极限在什么地方。如意一棒，大吼一声，孙悟空身形一化为10，分别迎向一名对手。他这化身能力十分独特，虽然持续时间不长，但并不会影响他自身实力，而且分身还拥有与他同等的力量。顷刻间，10大高手压力倍增，他们联手方才能够压制住孙悟空。如今各自面对一对手，还如何压制？反而被孙悟空给压制了。阎罗王见状眉头一皱，你们也算了，去了也是送菜的。看了一眼10大阴帅，阎罗王摇摇头，翻手将之前藏起来的毛笔拿出来，而后他摊开右手，一缕缕黑气不断在他手中凝聚，很快就形成了一本书籍模样，正是之前孙悟空毁掉的生死簿。随手在上面划了几下，将花果山所有猴子的名字都给划掉。阎罗王这才收起了生死簿，手中毛笔猛然一挥，一道黑色能量宛若墨水一般将10大高手和孙悟空包裹在里面。这些黑色能量全都是极致的阴气，得到阴气加持，10大高手瞬间精神一振，整个人仿佛是被打了鸡血一般。吼！纷纷怒吼一声，10大高手加快手段，欲要将面前孙悟空分身早些消灭。而孙悟空的分身则像是陷入泥潭一般，动作越来越慢，甚至连脚步都有些抬不起来。猛然抬头，孙悟空猩红的双眼看向阎罗王，好个阴险卑鄙的小人，今天俺老孙就要让你知道，你孙爷爷可不是好惹的。吼！孙悟空同样怒吼一声，分身纷纷回到他的身体之中，而后他的身躯快速变大，眨眼之间已经化作千米大小。法相天地，金色的光芒从孙悟空身体之中爆发出来，周围阴气瞬间被横扫出去。一些修为底下的鬼差在这金光照耀之下，直接化作一道青烟消散。就连10大阴帅都感觉有些不太舒服，而且束缚孙悟空的墨之阴气早就被法相天地给击溃。阎王，吃俺老孙一棒！怒吼一声，孙悟空不再管10大高手，抬起巨大的金箍棒砸向阎罗王。可恶，他竟然连完整版的法相天地都学会了。阎罗王见到这一幕，心里不断骂娘，灵山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这猴子实力超越预期太多，现在召集
及十殿阎罗的帮手已经来不及了。可恶，真的要我自己亲自出手了吗？眼看金箍棒越来越近，阎罗王也不装了。判官笔、阴阳锁，随着2道轻喝之声，一只毛笔、一条锁链从阎王身体之中漂浮出来。毛笔瞬间变得巨大，在阎罗面前快速滑动，很快书写了一层阴气的防护罩。而锁链则是直接冲向孙悟空那千米大小的身躯，欲要将对方锁住。阴阳锁不仅能封锁敌人行动，还能封禁力量，只要锁住了孙悟空，一切就还在掌控。轰！巨大的金箍棒狠狠砸在阎王面前屏障之上，咔嚓，屏障出现一道道裂缝。判官笔则是在屏障后面疯狂舞动，不断修复。哼，本王好歹也是10殿阎罗之一。阎罗王冷哼一声，就算你孙悟空天赋再好，终究也只是一名太乙金仙，在本王面前只能是一只马喽。金箍棒重达万斤，再加上如意棍法和孙悟空力量加持，这一击足足数万斤。可阎罗却不动声色，轻松挡下。他的真正实力只怕比东海龙王都还要强一点。刷刷，阴阳锁快速缠绕在孙悟空的周身，很快就将他绑了个结结实实。给我开！孙悟空怒吼一声，法相天地再次长大一分。可阴阳锁并没有被撑开，反而力量越来越强，想要将孙悟空给死死的禁锢。阎罗王目光冰冷看着这一幕，抬起自己的右手，虚空一抓，咔嚓，法相天地竟然诡异出现一道裂痕。阴阳锁越缩越小，法相天地在这束缚之下，也开始一点一点的缩小回去。这怎么可能？孙悟空震惊不已，不可思议的看向阎罗王。明明这家伙看着一点也不强啊！来不及想太多，孙悟空大喝一声：“金箍棒！”金箍棒快速缩小，插进法相天地与阴阳锁的缝隙之中，而后快速变大。可金箍棒每变大1分，孙悟空的法相天地就被挤压得更厉害。这到底是什么宝贝？孙悟空整个人都慌了。第一次他感觉到了无能为力。看着一脸颓废的孙悟空，阎罗王冷冷一笑：“孙悟空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不要将别人给你的3分颜色就拿去开染房。这个世界上比你强的人很多，而我正好是其中一个。”阎罗王得意一笑，看着已经快要恢复原本大小的孙悟空，居高临下的站在对方面前：“你天赋的确不错，或许要不了多久我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但你还没有绝对实力之前，不要跳得太高，否则就会这样。”阎罗王抬起一只手，准备给孙悟空一点教训。咻咻，破空之声响起，一道银光撕裂虚空，直接出现在孙悟空与阎罗王的中间。砰！阎罗王来不及做出反应，便被那巨大的力量掀飞数千米。谁？阎罗王大惊失色，难道是天庭灵山的人来了？可刚刚攻击自己的东西是什么？定睛看去，竟然是一柄长剑横贯在孙悟空面前呢。看那模样，谁若是要对孙悟空不利，那宝剑就要准备斩杀谁。七星宝剑！看清楚那宝剑模样瞬间，阎罗王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的惊叫起来。七星宝剑乃是世间一切阴气魂魄的克星，可七星宝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而且还来救孙悟空？难道他和太上老君真的有不得不说的故事？听闻定海神针就是太上老君专门为孙悟空炼制的兵器，如今七星宝剑又出现，只怕这其中有很深见不得人的关系吧。就连孙悟空也懵了，看着面前这奇异的宝剑，愣在原地。乖徒儿，为师算到你在地府会遭逢大难，特此将七星宝剑赠送于你，为你寻求一线生机。菩提老祖的声音忽然在孙悟空耳边响起，他的话音落下，七星宝剑便直接对着孙悟空一剑斩下，那无往不利的阴阳锁在这一剑之下直接粉碎。哈哈哈，俺老孙又回来了！孙悟空放肆大笑，一把抓住七星宝剑，脸色狰狞看向阎罗王。1刻钟以前，降龙伏虎来到方寸山，陈前按照菩提老祖的指示将两人带入后堂。菩提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为何孙悟空下山的时候你不曾通报灵山？降龙罗汉来到菩提老祖面前，直接就是一个下马威。看着狐假虎威的两人，齐康元心中冷冷一笑，区2个大罗初期，竟然敢在自己这个准圣面前如此态度，真以为自己只是准提分身，就以为比自己高一等。可惜他们找错人了。心念一动，七星宝莲瞬间展开，整个灵台方寸山直接从原地消失。然而处在方寸山内部的降龙伏虎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，在他们的眼里，方寸山还在原来的位置，而他们还在方寸山里面。呵呵，好大的威风啊！齐康元冷笑看着两人道：“降龙伏虎，你们看到我本体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是这般威风？”听到齐康元的话，降龙伏虎脸色微微一变。面对准提圣人，他们连头都不敢抬，怎么可能还如此说话？但面前只是一道30分身而已，又不是真正的准提圣人。菩提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伏虎罗汉怒喝一声：“莫非你觉得我兄弟2人前来代表的是谁？我们就是带着如来佛祖法旨而来，佛祖的背后自然是准提圣人的意思。”直接扯起了大旗。降龙伏虎并不怕菩提老祖，他们实力的确比不过对方，但他们在灵山的地位实实在在比菩提老祖高得多，否则准提圣人也不会让菩提一直隐姓埋名，甚至只为了教孙悟空而出现。孙悟空下山后，方寸山和菩提老祖也该从3界之中消失了。齐康元淡淡的看着两人，忽然他轻轻挥手：“陈前，你即将突破大罗，差的就是一个磨刀石。这2个大罗初期对你来说是很好的试金石，交给你了。希望为师钓到鱼的时候，你能够突破大罗金线。”话音落下，齐康元身形直接消失，再次出现已经是在小堂旁边。很快，大厅就爆发了一阵战斗波动。有着七星宝莲的保护，齐康元并不担心有任何东西会受损。灵山的速度这么快，看来东海发生的事情让他们也意识到不对劲了。齐康元拿起钓鱼竿，看着水面，算算时间，悟空应该已经要去地府了吧？若是地府知道东海发生事情，一定会调动大军守护。阎罗王虽然不咋地，但阴兵鬼差多了，也能咬死大象。沉吟片刻，齐康元掏出七星宝剑。七星宝剑正好克制一切阴魂邪祟，应该对悟空有用。系统还真的会奖励好东西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为我准备的，还是为我的徒弟们准备的。随手一扔，七星宝剑瞬间撕裂空间，追寻孙悟空的气息而去。在最紧要的关头，便救下孙悟空一命。左手七星宝剑，右手如意金箍棒，孙悟空宛如一个太阳一般，矗立在地府上空。阎罗王咽了咽不存在的口水，声音干涩：“猴子身后到底有哪位高人？”孙悟空狞笑的看向阎罗王：“老鬼，刚刚玩得开心吗？现在轮到你孙爷爷玩你了，你可要耐住哦。”
孙爷爷的金箍棒可是很厉害的。话音落下，孙悟空抬起金箍棒就要朝着阎罗王砸过去，可下一秒他忽然停顿住了，一股磅礴的力量从七星宝剑传入他的身体内，他原本已经停滞不前的修为忽然得到了一丝松动。孙悟空瞬间抓住这一点，快速运转大品天仙诀，他有一种感觉，这一波可能要肥了。嗡，浩瀚的力量从孙悟空体内疯狂涌现，他周身的气息不断攀升，所有看着这一幕的人都忍不住暗骂一声：我擦，这什么变态啊！这就要突破大罗了，那可是大罗金仙啊！特别是阎罗王，他脸色铁青看着这一幕。太乙金仙巅峰的孙悟空虽然对他没有丝毫威胁，但大罗金仙初期手持七星宝剑的孙悟空是能够威胁到他安危的。到底是谁在暗中出手？阎罗王心中怒骂一声：要是被本王知道了，一定要你生不如死！远在方寸山的齐康元猛然打了一个喷嚏，是哪个徒儿在想我了？不怪阎罗王想要发飙，若孙悟空只是大罗金仙，倒也还好办。偏偏这家伙手持七星宝剑，七星宝剑乃是天下一切邪祟、阴魂克星，包括他阎罗王也不例外。虽然他能够抵挡一部分七星宝剑的力量，却也无法完全抵挡，连他都如此，更不要说其他阴兵鬼将。阎罗，怎么回事？就在此刻，一道阴沉的声音响起。阎罗王转头望去，正是同为10殿阎罗之一的秦广王。秦广王，你看见了？这猴子超出预料。阎罗王声音低沉：我若是猜得没错，有大能强行介入此事，怕是有其他算计。秦广王没有说话，而是看着突破已经接近尾声的孙悟空。如今是拿下他还是不是？阎罗王摇摇头，毕竟是上面要的人，做得太过也不太好，倒不如想办法将他赶走。当然，走之前也要让他知道，地府不是吃素的，否则真当我地府与东海一样没有脾气不成。秦广王深深看了一眼阎罗王，叹了一口气：罢了，这件事毕竟是你经手，我不好过多说什么，目前只能给你权限。阎罗王眼底金光闪过，这就足够了。话音刚落，阎罗王猛然抬手，一块玉玺出现在他手中，正是地府最重要物品之一——阎罗印。阎罗印并非阎罗王独有，而是一分为10，每个阎罗都有一分使用权限。当集齐10分使用权限之时，便可以号令整个地府所有阴差鬼将，发挥出最大功能。阎罗印最强的能力便是呼名即死，饶是大罗金仙也要受制于此。如今2份权限也足够对刚刚踏足大罗金仙的孙悟空造成威胁。孙悟空，你真当我地府是可以随意撒野地方不成？阎罗王上前一步，手中阎罗印隐隐发出一丝丝黑光。看到黑光瞬间，孙悟空便感觉仿佛有一柄利刃悬挂于脖子之上。虽然有七星宝剑护体，那黑光虽然无法瞬间斩杀自己，却也能给自己造成不小伤害。有些忌惮的看了一眼阎罗印，孙悟空依然嘴硬：阎罗王，是你先招惹俺老孙的，若是按照俺老孙的意思去做，俺老孙干嘛和你们在这里打架？回到花果山吃香的喝辣的不好吗？阎罗王一时语塞，阎罗王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无理取闹的猴子。死猴子，若非你是上面指名点姓要的人，老子才不会咽下这口气。心中暗骂一声，阎罗王脸色黢黑：孙悟空，你好不要脸！是你强闯我地府，破坏生死簿，毁坏阎罗殿，如此恶行，便是神魂俱灭也是应当。但本王念在你修行不易，如今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自行退去，从此不得踏足地府半步，否则本王定要上报天庭，要你好看。刷刷，孙悟空挥舞了一下手中的棍子，冷笑道：要我好看，那你试试。说罢，不等阎罗王再次开口，他拎起棍子就朝着周围阴差鬼将砸了下去。轰！半晌着地动山摇的动静，10数名阴差直接被砸成了一道道阴气。而敢！阎罗王目眦欲裂，他怎么都没想到孙悟空竟然还敢出手，难道阎罗印给他的威胁还不够？隐匿在一旁的秦广王见状眉头一皱，这猴子不对劲，七星宝剑不仅仅庇护了他的肉身灵魂，而且还相辅相成，就好像……阎罗王目光死死盯着七星宝剑，接过话，就好像有大能在背后操控七星宝剑。眼看着孙悟空一棍接着一棍，阎罗王猛然泄了气：娘西痞，老子不管这破事了，通知地藏王，他们灵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出面解决，要不然就别想借着地府的资源成就自己。阎罗王的话是对着空气说的，但却一声不落地传入谛听耳中。谛听转头看了一眼地藏王，将阎罗王的话原封不动地说给地藏王听。地藏王闻言眉头一皱，阎罗王什么意思？难道灵山给他的资源还不够吗？谛听有些尴尬地看了一眼地藏王，不飒，若只是按照剧本走的流程自然是够的，可如今孙悟空出现变故，不仅拥有大罗金仙修为，而且还有七星宝剑，阎罗殿此刻已经损失了数十名高手，那资源是有些不够了。晦气！地藏王暗骂一声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旋即他周身金光一闪，一道化身出现在他本体面前。化身并没有直接前往战场，而是通过地藏王背后的影子进入一座密室之中。一进入密室，一阵鬼哭狼嚎之声传入耳中。地藏分身脸色不变，根本没有将这些哀嚎放在心上。他一步步朝着密室深处走去，随着他的前进，密室深处光线却越来越亮。此时方能看清，这密室竟然是一间间的牢房组成，每个牢房之中都关着不同的高手，人、妖、魔、仙、佛，应有尽有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地藏王在一间牢房面前停下，砰！几乎是在他停下的瞬间，一只干枯的手掌猛然拍在牢房的框架之上。地藏，哈哈，你又进来了，让我想想，是遇见搞不定的敌人，还是又要准备抽取我们身体内的精血，亦或者你想开了，需要本座帮你疏通经络？地藏王淡淡看着那手掌，黑袍，帮我将一个猴子赶出地狱，本月我不抽你的王精血。地藏王的话让手掌主人微微一颤，手掌死死地握着牢门框。黑袍，此事不可介入。不等黑袍开口，密室更深处一道声音悠悠传来：此事牵扯诸多，尚不到我们出手之时，你若干涉其中，我等怕是再无出头之日。那虚无缥缈的声音让地藏王整个人背后一冷，他目光带着一丝忌惮看向牢笼深处，却是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他明白，若不是那人自己愿意待在这里，自己根本拦不住他。可是主人，黑袍缓缓开口，您的精血十分重要，能少抽一次，对您的恢复也会有莫大帮助。地藏王顿时双眼一亮，他没想到黑袍竟然会说出这样话来，显然这话说得很符合他心意。然而黝黑深邃的隧道里面，声音再次传来：无若不愿，
他们何人能取无之精血？一切自有定数，尚未到无出世之时。最后一道身影落下，整个密室陷入寂静之中。许久后，黑袍目光嘲讽看向地藏王。地藏王，看来你找错人了。地藏王眼底闪过一丝怒意，可他也明白自己拿这群人没有办法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后退一段距离，重新来到另外2个监牢外面。银钩、汉魃，你们若能将那猴子赶出地府，我便与你们回人间一趟。地藏王看着面前2人，冷声开口，一言为定。汉魃干涩冰冷的声音传来，地藏王用地点头，一言为定。咔嚓，牢门瞬间打开，2道黑影冲出牢笼，直奔战场。主人，其实我出手不会影响您的计划。深处，黑袍忽然压低声音开口，可深处并没有人回应他。地藏王分身再次看了一眼深处，化作光点消散在原地。地藏王在搞什么？阎罗王看着死伤无数的阴差鬼将，眉头紧皱，再不来，本王就真的要给他好好的算账了。话音刚落，2道黑影猛然从远方冲来，眨眼便来到孙悟空面前。轰！孙悟空反应迅速，金箍棒直接挡在面前，硬生生的接住2人的拳头。这是何物？一股燥热之意缓缓袭来，紧接着便是阴森寒冷的气息，周围大地瞬间皲裂，每道裂痕中却又有无数阴冷的气息缓缓溢出，那是来自灵魂的战力。银钩、汉魃看到2道可怕模样的生物，阎罗王也是微微一怔，地藏王竟然还藏着这2人。所有人后退，旋即他立马下令所有人离开战场。银钩掌控幽冥之力，吸食魂魄，拥有金刚尸身，善灵魂攻击，地府之中的阴差鬼将都只会成为他的养料。汉魃极致燥热，赤地千里，克水克雨，所到之处滴水不降，万物枯焦。那可怕的燥热，阴魂触之即死。这2人的力量倒是能够克制一番七星宝剑。阎罗王喃喃低语，旋即自己也后退数十里。秦广王见状，丢下一句话便离开，自己好好善后。阎罗王有些无语，可这件事毕竟是他经手，收了钱自然要办事。你们2人是谁？孙悟空脸色严肃看着面前2个怪物，为何要帮阎罗王与俺老孙为敌？这2个怪物都给他一种十分可怕的感觉。同样只有大罗金仙中期的修为，却比四海龙王给人感觉更加可怕。那女怪物周身燥热，仅仅只是待在原地，孙悟空都感觉自己肉身越发滚烫。可偏偏另外1人气息阴冷无比，让孙悟空灵魂都微微颤抖，感觉寒冷。冷热交替之下，他竟有一瞬间失神，离开地府，既往不咎。女魃干涩声音响起，那尖锐的声音宛若鬼哭狼嚎，让自己离开，不是阎罗王的人。孙悟空四下一看，发现地府的人都已经撤退很远，莫非这就是师傅口中所谓灵山的打手？短短瞬间，孙悟空就确定了2人身份，只是具体是什么物种，他却还没分辨出来。嘿嘿，想要让俺老孙离开？怒吼一声，孙悟空身形再次变大，简单，打赢俺老孙便是。正是法相天地。银钩与汉魃对视一眼，2人同样身形开始变化，只是他们乃是显露本体，并非法相天地。汉灼热之象，幽灵魂沉浮。2道声音响起，一冷一热2股力量交织在一起，狠狠地撞向孙悟空。孙悟空随手一翻，七星宝剑自主飞行，萦绕在他法相天地之外，保护身躯。金箍棒则是不断翻滚，一棍接着一棍狠狠地砸下，如意棍法被发挥到极致，每一次都将大地砸裂一道沟壑。我的地府啊！看着这一幕，阎罗王的内心在滴血。阎罗殿周围地势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，想要恢复以往，定要花费不少物资，否则阎罗殿就要准备搬迁。可阎罗殿是绝对不能搬位置的。轰轰轰，一道接着一道能量爆发开来，银钩汉魃与孙悟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，双方都已经打出了真火，没有丝毫留手。三昧真火！忽然，孙悟空怒喝一声，法相天地猛然张开嘴巴，一道恐怖的火焰从里面喷射而出。什么？听到这4个字，阎罗王顿时冷在原地。这猴子竟然还隐藏了这么一手，早知道他会三昧真火，自己早就出手给他送走了。阎罗印！阎罗王怒吼一声，阎罗印的力量催动到极致，一道灰蒙蒙的屏障出现，将孙悟空与银钩汉魃3人给隔绝在里面。三昧真火乃是至刚至阳之火，对地府会造成无法修复的损伤，容不得阎罗王不上心。银钩同样脸色微变，连忙停下脚步。汉魃见状，一个闪身抵挡在银钩前面，他本就是干旱之源，对三昧真火抵抗力相当高。呵呵，爽啊，真的好爽啊！孙悟空哈哈大笑，越打越精神。此刻，灵山则是陷入了一阵内乱，降龙伏虎消失了。听到观世音的禀报，如来眉头紧皱。观世音点头，贫僧视察3界，并未发现2人踪迹。从2人消失时间来看，大概率是在进入方寸山之后。什么？听到那3个字，如来脸色顿时微变。所有人都知道方寸山是什么地方，若是那里出现变故，这已经不是他如来就可以轻易决定的。佛祖，要不要请示一下2位圣人？观世音小心翼翼开口询问。如来脸色阴沉，他看了看观世音，什么话都没说。事情涉及到方寸山，虽然菩提老祖的修为不一定比他高，可偏偏那是准提圣人的善师之身。我去一趟须弥山。半晌后，如来沉声开口：观世音，你去地府看看，地藏王传消息来，孙猴子有些超出掌控，若真是如此，你便趁着这个机会削弱他一番。他说孙悟空背后好像有高人，只希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如来并没有压低声音，在场漫天诸佛闻言，脸色纷纷变化，显然他们也猜到准提圣人的善师叛变了，这种概率而且很大，只是3界中从未出现过如此之事，实在有些骇人听闻。文殊普贤，你们2人前往方寸山附近查探一番。临行之前，如来再次开口，记住不可进入方寸山千里之内，如果发现任何异常，立马回来禀告。文殊普贤站起身来，是。等如来离开之后，文殊普贤也立马动身，为了安全着想，
他们还带上了白象青狮。白象青狮虽然被二人完全克制，但实力却同样不容小觑，至少可以用来挡枪。两人速度极快，不过半日便已经到达方寸山附近。奇怪，这方寸山附近为何没有丝毫灵气，宛若普通人世间？文书眉头微皱，看着方寸山方向。他之前也来过方寸山，那是此处千里鸟语花香，方寸山10里之内更是宛若仙境，那里像如今这般一片淡然，如同人间凡界。普贤闭目感应片刻，摇摇头，我感应不到丝毫仙人气息，就连降龙伏虎的气息也感应不到。两人对视一眼，脸色不断变化。莫非菩提老祖并未叛变，而是方寸山遭蒙大变？文书小心翼翼开口，有大能出手将整个方寸山都抹去？不可能！普贤直接否决。即便圣人出手，菩提老祖也有反应时间，至少他可以给圣人传递消息。可圣人那边并无任何反常，只能说菩提老祖肯定叛变。两人再次沉默起来。文书普贤，齐康元手中鱼竿微微一晃，一条金色鲤鱼被他从池塘中钓起来。这两人实力倒也还可以，要不要留下一柄当做踏脚石？想到自己的徒弟们这些年因为各种原因都未经历过实战，此刻已经和降龙伏虎战得畅汗淋漓，齐康元就忍不住想要再次俘虏两人。以他准圣修为，文书普贤自然不是对手。大罗巅峰好像有些强了一点。沉吟片刻，齐康元露出一抹笑容，既然强了，那就让他们弱一点好了。陈前嘿嘿一笑，齐康元直接换来陈前。刚刚与降龙伏虎挥汗如雨后，陈前此刻已经到达意境巅峰，距离大罗金仙临门一脚。师傅，请问有何吩咐？陈前一脸兴奋看着齐康元，等他恢复完毕，再与降龙伏虎斗上一场，他定然能够突破大罗。而且在方寸山内，即便降龙伏虎的修为超越自己，自己的安全也能得到保障。齐康元轻轻摆手，外面来了两个还不错的家伙，大罗巅峰，你去院子里面突破一下，将他们吸引过来，顺便将他们俩给抓来练手。陈前闻言一怔，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啊，我大罗巅峰。齐康元点点头，去吧，先突破再抓人。陈前，师傅啊，您老人家不会是魔怔了吧？想让弟子送死，也不至于这样安排好吗？可不等他有任何反驳，人已经出现在前院，紧跟着他周身的气息开始不受控制的爆发，咔嚓，大罗金仙的瓶颈直接碎裂。无奈的摇摇头，陈前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专心突破。方寸山众弟子感应到前院变化，一个个双眼放光，是大师兄，他真的突破了。二师兄，你使劲啊，马上就要到了，快加快速度。对啊，二师兄你赶紧冲刺，我还在排队呢，我的大调早已饥渴难耐，放开那两个秃驴，让我来。二师兄王章脸色一沉，只是这么短短的时间，大师兄就又比自己多踏出一步，和小师弟就没得比了，难道连大师兄也比不过了？啊，我要来了！忽然王章怒吼一声，周身泛起一股猩红的血气，他的双眼通红，脸色狰狞，看那模样，仿佛是要走火入魔一般。这可怕的模样，连降龙伏虎都被吓了一跳。两人来到这里后，空有一身大罗金仙的实力却发挥不出来，他们明白这是菩提老祖故意为之，为的就是给方寸山的弟子练手。咦，老二也要突破了？齐康元微微一怔，看向王章，居然走肉身成圣之路，不错不错，不愧是我的弟子。齐康元很是满意的点点头，正好来了两个菩萨，老大老二一同出手，一定会让他们爽歪歪的。文书普贤在周围游荡许久，没有一点发现。正当两人准备离开时候，原本方寸山所在的位置忽然爆发出两股恐怖的能量，一道能量纯粹无比，乃是仙人气；另外一道充斥着气血之力，显然是有人肉身成圣。正道大罗，文书普贤相互对视一眼，猛然抬头，天空之上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两道灵气之光，显然是有两人突破，被天道所认可。去！文书普贤交换眼神，立马肯定想法。之前不敢接近方寸山，乃是因为没有一点收获。如今方寸山就只出现情况，他们必须要上前查探。但两人也留了一个心眼，率先派出的是青狮白象，受制于人，青狮白象只能垂头丧气前往方寸山救治。所幸只有两道刚刚突破大罗的气息，没有其他强大存在。就算是有什么变故，他们也有机会逃走。文书普贤死死盯着两妖的背影，当两妖踏入方寸山范围瞬间，他们的气息消失了。怎么回事？文书普贤脸色大变，明明青狮白象的身影还在，可就是感应不到他们的气息。阵法！文书忽然反应过来，脸色阴沉无比。普贤同样脸色阴沉，点点头，而且是一种很高端的阵法，你我都无法看穿其本质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却依旧没有打算上前，他们倒要看看这阵法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而此刻进入阵法中的青狮白象一脸懵逼，他们只觉得面前景色一变，人便已经来到虚无缥缈的混沌之中。若非两人反应及时，加上妖族肉身，只怕混沌的罡风就会撕裂他们的肉身。大哥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白象有些惊恐地看向四周，青狮内心也慌得一批，只能强壮镇定。这样一定是幻阵，除非是圣人出手，才能瞬间将我们从方寸山丢到混沌之中。而且我们也多少有点感觉，可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很有可能是一个机器强大的幻阵。幻阵！听到青狮分析，白象内心也逐渐安宁不少。既然是阵法，那就简单了。文书普贤一定不会让自己两人轻易身死。可等了半晌，周围没有丝毫动静。文书普贤在做什么？难道他们要放弃我们不成？白象怒喝一声，暴躁不已。青狮内心也十分暴躁，他累死累活为文书服务了一辈子，结果文书竟然想要放弃自己，努力让自己内心平复下来。青狮强行镇定，这幻阵的确很强大，但也仅仅只是幻阵而已。我们进来这么久，他都没有发起攻击，说明他没有攻击性。破解幻阵的方式有很多，其中有一个方式最为简单。青狮的话宛若一记镇定剂落在白象的耳中，白象也逐渐冷静下来。大哥，是什么办法？青狮没有直接回答，继续道：阵法覆盖都有一个范围，只要冲出这个覆盖范围，我们自然就不会被幻阵所影响。只要这个幻阵没有攻击和防御能力，我们闭上双眼，瞅准一个方向，狠狠地冲过去，自然就能冲出阵法之外。听到青狮的话，白象顿时双眼一亮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不愧是大哥，脑子就是好使。青狮得意地露出一抹笑容，嘿嘿。
那可不。不过为了安全着想，避免还有防御性阵法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化作本体，而且冲的速度一定要非常快。白象非常赞同。后山齐康元听到青狮白象的对话，整个人都乐了起来，哈哈哈！哎呦，真的是笑死我了！这俩玩意儿是真的没有一点脑子啊！难怪看《西游记》的时候就觉得这俩玩意儿蠢蠢的。不过这样也正好，你们的速度可一定要足够快啊，快到文殊普贤都反应不过来。齐康元本来还在头疼怎么让文殊普贤进入方寸山范围，甚至都做好了自己出手的准备，但青狮白象送到他面前，这就让他不用浪费那么多心思了。随手一挥，在青狮白象闭上双眼的瞬间，他们面前出现一道巨大的漩涡。与此同时，文殊普贤背后的空间无声无息地出现一丝空间裂缝，隐隐还能看见里面两个硕大的声音。这两个蠢家伙在干什么？文殊皱着眉头道，在他们眼中，青狮白象进入方寸山范围后就一直站在山脚之下，等了一会，那俩畜生忽然化作原形，仿佛想要冲上山去。莫非他们在阵法之中遇见什么不得了东西，但我们看不见？普贤若有所思开口道。文殊想了想，应该是幻阵，而且这幻象应该很强，否则不会让他们化为本体。普贤也点点头，能够让两人化作本体的幻象，足以让我们头疼。幸好你我二人没有去。去字还没落音，两人便感觉到身后一阵冷风袭来，紧接着青狮白象爆发了恐怖的速度，快速冲出去。不过瞬间，两头妖王就穿过空间漩涡，来到文殊普贤的身后，两个巨大的脑袋狠狠撞击在文殊普贤的屁股之上。啊！我的老妖！文殊惨叫一声，宛若炮弹一般，直接被青狮轰入了方寸山的阵法范围内。啊！我的菊花！普贤惨叫之声更甚，好死不死，白象稍微歪了一点，洁白的长牙就那样毫无征兆地侵入普贤私密之处。他挑着普贤，一路闪电加火花再次冲入方寸山的阵法。因为碰撞，青狮稍微顿了一下，却也没有刹住脚步。两人两妖都进入了方寸山范围。出来了吗？青狮对撞击的感觉十分敏锐，他以为是自己撞破了阵法，沾沾自喜地睁开双眼。这里是哪里？鸟语花香，宛若人间仙境。咦，文殊菩萨，你躺在地上做什么？你捂着腰干嘛？该不会是提前学习碰瓷吧？青狮的脑袋一时半会没有转过弯来。听到青狮的声音，白象也缓缓睁开双眼，一眼就看见被自己象牙顶得嗷嗷直叫的普贤。白象猛然打了一个寒战，化作人形接住普贤。我星号星号星号，你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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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星号星号。普贤捂着鲜血淋漓的局部地区，对着白象疯狂开炮。青狮此刻也反应过来，他们不仅没有冲出幻境，反而不知道怎么将文殊普贤给带了进来。咕噜，青狮咽了咽口水，连忙化作人形上前将文殊给扶起来。青狮，你个傻逼玩意儿，吃什么长大的？文殊一边站起来，一边骂道：这么大的力气，老妖都给我撞断了。可当文殊看到普贤那更凄惨的模样，顿时都觉得青狮可爱了很多。哟，想不到灵山的文殊普贤两位菩萨竟然有抖乱的倾向啊！忽然一道嘲讽的声音在两人背后响起：啧，人家都是养宠物来发泄情绪，你们不一样，是让宠物在你们身上发泄情绪啊！陈前捂着嘴巴笑呵呵从上面走了下来，看着两人揶揄道。跟在陈前身后则是方寸山二师兄王章。大师兄你可别说，灵山的人爱好可都有些不太一样的。王章笑嘻嘻的开口道，说不定这是人两位菩萨的修炼方式呢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在沉默着爆发，就在沉默着抖了。这应该就是说的两位菩萨吧？哈哈哈！两人阴阳怪气的声音落入文殊普贤耳中，后者气得胸口不断起伏，可偏偏两人心中有愧，根本无法反驳。他们两人的确有一些特殊癖好，只不过今日这癖好的角色转换了而已。陈前、王章，很好，看来方寸山果然已经背叛了灵山，今日我就要拿下你们兄弟二人，让你们成为真正的灵山打工人。文殊恶狠狠看着陈前、王章两人，恨不得吃他们的肉，喝他们的血。哟呵，正好啊！陈前闻言顿时一乐，我兄弟二人也正想要与两位菩萨深入交流一番，只是希望两位菩萨能够吃得住哟。文殊菩萨闻言一愣，仿佛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你们二人要对我们出手？文殊噗呲一声笑出来，就凭你们两个半步大罗，虽然只有半步之差，可大罗的差距也是天差地别。虽然不知道方寸山是为何背叛灵山，但文殊普贤很清楚，方寸山除了孙悟空与菩提老祖，其他人都不可能踏足大罗，因为圣人不允，圣人只需要一个念头，他们就一辈子不可能突破大罗，除非同样有圣人愿意为他们出手，蒙蔽天际。如今灵山蒸蒸日上，哪个圣人会做这种得罪人不讨好的事情？半步大罗。陈前闻言噗呲一笑，两位再仔细看看呢。文殊普贤一愣，再次看向陈前，却发现对方竟然已经拥有大罗金仙气息，虽然看起来才刚刚突破，但气息十分稳重深厚，显然陈前在大罗金仙的路走得很稳。你怎么可能会突破大罗金仙？文殊不可置信地看着陈前，你们的武器早就被击溃，绝对不可能踏足大罗才是。陈前微微眯起双眼，难怪我以前修炼时候总觉得胸口很闷，原来是被你们毁掉了武器啊！很好，今天我就要让你们也尝尝武器被击溃的滋味。闻言，普贤冷哼一声，就算是突破大罗又如何？不过是出入大罗而已，我们可是大罗巅峰。而且冷冷一笑，普贤指了指身后的白象，你们怕是连他们俩人都打不过吧？是吗？王章也上前一步，随着他的脚步，整个身体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，肉身成圣。这一下，普贤的脸色也忍不住大变。所有肉身生圣之辈都拥有越级战斗的能力，他们的潜力仿佛无穷无尽一般，诸如杨戬、哪吒，这两人完全爆发的时候，丝毫不逊他们的前辈，终究还是弱了一些。文殊不着痕迹摸了摸自己的后腰，就算你是肉身成圣，在我们面前还是不够看。陈前与王章两人相视一笑，并没有说话。师父说了让他们对付文殊普贤，那他们就一定能够对付的。至于青狮白象或者文殊普贤的修为更高，他们根本不在意。大罗巅峰的境界的确是高了一些。果然，下一刻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
音忽然在众人耳边响起。齐康元看着前院的几人，淡淡开口：“为了公平一点，大家的修为就一样吧。”轰！话音落下，一道恐怖的气息从天而降，落在文殊普贤身上。紧接着，文殊普贤的修为疯狂后退，大罗巅峰、大罗后期、大罗中期，不过是眨眼时间就已经跌落到初入大罗。菩提老祖，你敢！瞬间明白过来是谁出手，文殊厉声呵斥：“难道你就不怕圣人怪罪？”齐康元冷哼一声，再避避，直接灭了你，留下你们是让你们做我弟子的沙包。你要是不想活，青狮白象也可以。说完，齐康元随手一挥，直接将青狮白象收走。陈前，你要不揍的他连他妈都不认识，今晚晚饭就别想了。最后丢下一句，齐康元随手给几人设下一层结界，不再理会。灵山，如来脸色阴晴不定的回来，漫天诸佛纷纷看向如来，却无一人胆敢轻易上前询问。圣人不在，简简单单4个字，便说出了如来这一趟的结果。他到须弥山的时候才知道，戒音准提都被邀请前往论道。圣人论道，断则10天半月，长则千百万年。最关键，如来没有问出2位圣人前往何处论道。这在场众人闻言顿时脸色大变。方寸山乃是准提圣人善师所在，身份特殊，如今联系不上准提圣人，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。佛祖，不知孔宣能不能联系上准提圣人？半晌后，弥勒佛沉吟开口道：“封神亮劫后，孔宣便成为准提圣人坐骑，说不定能够联系上圣人。”如来摇摇头，孔宣也一并去了。众人再次沉默，显然他们都明白西方被人算计了，就连圣人都被牵扯其中，无法脱身。忽然，如来转头四下看了一番，文殊普贤还没回来吗？弥勒佛一怔，摇摇头，上位，贫僧这就联系他们试试。一道玄妙的法术挥出，正是灵山的通讯手段。可那讯息飞出灵山绕了一个圈子后，又回到了弥勒佛的手中。不好，文殊普贤也失联了。弥勒佛惊呼一声：“什么？”如来再也坐不住，猛然站起身来，眼底闪过一丝怒火。究竟是谁在算计我灵山？孙悟空、菩提老祖、方寸山、漫天诸佛，随我一同前往方寸山探个究竟。愤怒之下，如来就要准备亲自前往方寸山。佛祖息怒。就在此刻，一道悠扬的声音传来，一名枯瘦如柴的佛陀缓缓走入灵山大殿。如来双眼微微一眯，冷声道：“燃灯古佛，你要阻拦我？”看着缓缓走进来枯瘦如柴的老者，如来冷笑一声，语气冰冷：“燃灯古佛，你要阻拦我？”灵山众人皆知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3大佛祖面和心不合，特别是被如来赶下去的过去佛燃灯，矛盾最为突出。只是没想到燃灯古佛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。燃灯缓缓摇头道：“贫僧前来并非阻止佛祖，而是劝佛祖三思而后行。”如来冷笑一声：“怎么个司法？怎么个刑法？”看着对自己充满敌意的如来，燃灯内心叹了一口气。如若他站在如来的位置，也不会相信自己。方寸山之事，谁也不清楚是如何。燃灯缓缓开口：“不若贫僧与弥勒走一遭，探探底细。如若贫僧2人也失踪，在大军开拔不迟。”不等如来开口，燃灯快速说道：“如今西游亮劫刚起，3界所有目光都在灵山之上，灵山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如若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只怕是2位圣人也无法收尾。因此，贫僧劝佛祖三思。”如来目光冰冷看着燃灯，他可不觉得燃灯会如此好心的帮自己。刚刚他才气头之上，的确一时之间没有控制住情绪，此刻冷静下来，自然也不会真的带着灵山诸佛征战方寸山。只是燃灯这个时候出现，总让人觉得他不怀好意。燃灯淡淡看着如来，菩提老祖出发之前，曾与贫僧有过一面之缘，在须弥山。听到须弥山3个字，如来脸色顿时一变。菩提老祖乃是准提圣人亲自安排前往方寸山，可在安排之前，准提圣人竟然还见了燃灯，这就有些耐人寻味。很好，如来冷笑一声，那这件事就让燃灯古佛亲自走一趟吧。如来虽然答应了让燃灯前往，却并没有要让弥勒一同前往的意思。燃灯自然也明白如来的小心思，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转身离开。他一个人都没带，但仅限灵山的漫天诸佛而已。身为过去佛，燃灯手中又怎么可能一个兵都没有？就在灵山快要乱套时候，观世音已经来到了地府之中。银钩、旱魃与孙悟空的战斗越发激烈，双方都打出了真火，整个阎罗殿周围的地界被打得4分5裂，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出现，阴气、熔浆纷纷涌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阎罗王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心疼，反而是哈哈大笑起来。不明所以的阴差鬼将都要以为自己的老大快疯了。钱啊，全都是钱啊！这一棍子至少得要灵山1000两黄金，这一脚少说也得有个5000斤粮食。嘿嘿，打，使劲打，把地府打碎，把3界打穿。此刻出手的乃是地藏王派遣来的人，不论是造成什么后果，都由灵山买单。阎罗王自然是毫不在意，死了、伤了、打碎了都无所谓。当观世音来到阎罗殿的时候，还以为到了18层地狱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阎罗殿被圣人大劫了不成？观世音惊讶不已。可当他看清不远处战斗的3人，顿时脸色就阴沉下来。地藏王菩萨，你就任由他们这样瞎搞？观世音语气中带着一丝怒意。这么大的破坏，灵山怎么去善后？地藏王也很是烦躁。你以为我想灵山这么久都不派一个人前来，到底是在做什么？难道真要等到孙悟空将整个地府掀翻，天庭来找麻烦的时候才来？观世音闻言顿时一愣，沉默不语。他不过是来的路上看见有一头老虎在吃人，为了维持灵山的形象，耽搁了一会儿而已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般。观世音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灵山那边也有很大的麻烦要处理，此事怕是涉及到圣人。”圣人听到这2个字，地藏王的火气也顿时熄灭了。不等他再次发问，观世音便继续道：“贫僧先将这猴子赶出地府，等去了花果山，他想要怎么打贫僧都陪着他。”说完，观世音化作一道流光，直接冲入战场，甚至都来不及和阎罗王打招呼。观世音看到来人，阎罗王也是一愣，虽然知道灵山应该还会派人来，但怎么都没想到竟然会是观世音亲自到了。不对劲，十分不对劲。阎罗王明显察觉到有点不对，就算灵山很在乎西游亮劫，也不至于现在就派出观世音，而且观世音还直接动手了。阎罗王微微眯着双眼，
低声呢喃道：“以观世音的形象，他应该是唱白脸的。这件事得汇报上去。”想到这里，阎罗王身形一闪，出现在一个角落。下一刻，他掏出一面镜子，急急如律令：“地府阎罗王求见玉帝。”镜子很快发出一阵亮光。阎罗王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玉帝有些模糊的身影出现在镜子里面，饶是这仙家手段，也无法隔空看清玉帝的模样。阎罗王赶紧将地府发生的事情汇报上去。听完阎罗汇报，玉帝沉吟了一声：“此事你先别管，朕到现在也还没捋清头绪。总之西游的事情，怕是有很大的变故，你记好账，该走流程走流程。”说完，不等阎罗王回答，玉帝直接挂了通讯。看着恢复平静的镜子，阎罗王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：“嘿嘿，果然是有大佬出手了啊！乱点好啊，越乱我地府才越有机会得利。”阎罗王开心不已。自地府成立之后，谁都想要来分一杯羹。天庭、灵山还有无数隐藏起来的大门，都没有将地府放在眼里。地府的地位已经让人觉得无足轻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要让他们知道，地府的这杯羹可不好分。妙法观音，观世音清赫的声音传来。阎罗王转头望去，发现观世音此刻衣衫竟然有些凌乱。不是，这猴子这么强的吗？阎罗王愣住了。观世音可是大罗金仙大圆满的超级高手，可谓准圣之下无敌。甚至还有传说，观世音未曾踏足准圣，乃是自己故意压制修为。可孙悟空在1挑3的情况下，竟然还能让观世音衣衫凌乱。阎罗王仔细看了过去，这才发现孙悟空的法相天地又大了一分。法相天地之下，孙悟空使用出来的棍法也被加持到了极致，每一棍都有移山填海之威力，甚至棍子的顶端都出现了丝丝空间裂缝，好强的力量。观世音后退了数百米，惊讶地看向孙悟空。孙悟空修为突破大罗，的确是出乎他的预料，但以他的实力，自然也没将一个初入大罗的孙悟空放在眼里。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，一棍子竟然让他微微有些狼狈起来。玉净瓶，既然近身搏斗自己占不了便宜，那就远程进攻。观世音直接将玉净瓶给丢了出去，狠狠砸向孙悟空的脑袋。咚！与银钩旱魃大战的孙悟空一个不注意，被玉净瓶砸落在地，好疼！孙悟空怒吼一声，双眼通红看向观世音，死秃驴，竟然在背后暗算俺老孙，俺老孙今天非要干死你不可！话音落下，孙悟空直接丢下银钩旱魃，快速冲向观世音。哼！观世音冷哼一声，眼底满是嘲讽。刚刚他没有准备，所以小小的吃了一个暗亏。现在既然知道孙悟空力量大的没边，自然做好了准备，以为这样就能下注本座，想太多了。眼底寒光一闪，观世音轻轻挪动步伐，避开孙悟空冲击的方向，而后他快速拔出柳枝，就要准备从侧面攻击孙悟空。哈哈，死秃驴，你自己在这里玩吧，俺老孙不奉陪了。就在孙悟空即将冲到观世音面前时候，一道金光忽然出现在他脚下，正是筋斗云。下一刻，孙悟空直接拐了个弯，朝着地府外面飞去。筋斗云的速度飞快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冲出地府之外。观世音哭笑不得，但想到任务也算是完成，当下也不再纠结。阎罗王，具体事宜你与地藏王对接。观世音转头看向阎罗，本座尚且还有急事，就不多待了。说完，他也快速飞走。地藏王，你特么的，看着这一地乱摊子，让我一个人收拾。观世音，你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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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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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地藏王直接在宫殿爆出口，可偏偏他不能轻易的走出宫殿，想要追上去骂都办不到。阎罗王呵呵一笑，判官来算账。孙悟空眨眼之间已经回到花果山，他眼底露出一丝惊惧，好险，差一点俺老孙就交代在地府了。那个秃驴是真的强，没有大罗金仙中期修为，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一战虽然最后是败走，但孙悟空收获颇丰，不仅仅得到七星宝剑这样强大的法器，也尽力完成了师傅交代的任务。好累，先休息休息。随意躺在地上，孙悟空缓缓闭上双眼。孙悟空离开地府的瞬间，系统悦耳的声音也在齐康元的耳边响起。滴，检测到孙悟空大闹地排名前列，甚至如来与他谁强谁弱都不能确定，但齐康元很肯定，燃灯绝对没有自己强。这一句乃是准提善师之身，本就沾染了圣人气息，再加上斩三尸时候，善师或多或少得到一点准提的记忆，那些法术神通就不是燃灯能够比得上。更何况他如今又得到了七星宝莲和东皇钟这两件至宝，七星宝莲连圣人因果都能切断，燃灯想要攻破几乎不可能。东皇钟这件上古大杀器更是会让燃灯惊恐不已，只可惜自己还没来得及修炼乾坤断体诀，否则还能在肉体上震撼燃灯一番。感受到脚下空间瞬间凝实，燃灯眼底寒芒闪过，早知道菩提老祖的实力不弱，没想到竟然如此强，看来今天自己一个人前来的确是有些拖大。乾坤尺，低喝一声，一把尺子猛然出现在燃灯古佛的身旁，燃灯随手抓住乾坤尺，对着前面轻轻劈下去，无形的能量化作一道刀刃，直接撕碎空间，呼啸着冲向方寸山。都说了不要火气这么大。齐康元淡淡摇头道：坐下来喝喝茶，不好吗？拂尘出现在手中，齐康元轻轻挥手，轻松化解了乾坤尺的攻击。喝茶。燃灯冷笑一声，你的茶可没这么好喝。说到底，我都想不明白，你为何会背叛圣人？难道你真的不怕消亡吗？菩提老祖乃是准提善师，且不说实力比不上准提圣人，便是两人实力相当，准提一个念头也能够轻松的毁灭菩提祖师。所以燃灯看不懂，不明白菩提为何要走这样一条死路。难道他认为还有机会脱离准提不成？这根本就不可能。从古至今就没有三师之身能够脱离本体控制，有女娲娘娘那般给自己善师之身极大的自由，让他化身骊山老母，无拘无束，但也无法脱离女娲娘娘的控制。齐康元淡淡一笑，生与死，轮回不止，我要生或者死，都不是你们所能决定。燃灯，你已经腐朽，连思想都腐朽了。或许只有等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刻，你才会明白，自己的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没有什么面子，没有什么荣辱，更没有什么屈居人下。轰！齐康元的话宛若五雷轰顶一般在燃灯的脑海之中炸响，他不可思议地看着齐康元，忽然他觉得自己好像一点也不认识面前之人。整个灵山只有他与菩提老祖有过一面之缘，那时候的菩提老祖和善待人，面容慈祥，但眼底
却没有一丝生机，仿佛是在为别人活着。而如今的菩提老祖眼底不仅有了浓郁的生机，还有一丝欲要与天地争锋的斗志，手中的乾坤尺不由自主缓慢下来。燃灯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继续出手，他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方寸山就在这里。菩提老祖的确背叛灵山，他可以回去交任务，可他不甘心。他来此处不仅仅是因为曾经的一面之缘，更重要的是要在圣人面前崭露头面，就算不能重回那个位置，也要与如来地位相当。他想要收复菩提老祖，回去复命，可他根本不是菩提老祖的对手。一时间，燃灯陷入两难。齐康元淡淡看着燃灯，心中也有些纠结。虽然不知道灵山发生什么时候，但准提一直到现在都没露面，很显然他被耽搁了，而且极有可能两名圣人都被事情缠身。有了这个猜测，齐康元顿时就有一个胆大的想法：杀了燃灯，早晚要和灵山对上，不如先干死他们一个扛把子。燃灯不论是实力还是地位，在灵山都是拔尖的存在，若是燃灯圆寂，一定会给灵山造成莫大的慌乱。想到便做，东皇钟猛然出现在齐康元手中，咚咚咚，连续3道钟声响起，一道无形的屏障瞬间覆盖方圆千里。齐康元控制了力道，缩小范围，钟声只在屏障内部响起，并未传到外面，因此除非是有人正好在这里，否则绝对不会被人发现。东皇钟，这怎么可能？燃灯怪叫一声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噗！他猛然吐出一口鲜血，身形倒退数百米。东皇钟果然名不虚传。齐康元很是满意的看着手中的小玩意，难怪当年东皇太一凭借东皇钟就能独霸一方，硬抗无足，只怕是燃灯都想不到东皇钟会在我手里吧。燃灯勉强稳住身形，苦笑着看向远方的身影，他摇摇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站起来。东皇钟的威力太过变态，哪怕刚刚齐康元并没有用全力，只是试验了一下威力，就让他受伤了。当然这都是小事，最让燃灯想不明白的是，自巫妖亮劫后，东皇钟一直都被圣人严加看管，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菩提老祖的手中？看来他的背后的确是有圣人支持，这还打个锤子啊！东皇钟在手，背后说不定还有圣人在看着，就算是准提亲自前来，怕是也没有办法顺了心意。难怪两圣会接连出门论道。燃灯觉得自己看穿了一切，他要把这个结果带回去，逃，必须马上逃！回去之后立马通知圣人，这件事情必须圣人出面。只可惜他还是小瞧了东皇钟。东皇钟乃是先天灵宝，他发动攻击的时候是可以自主选择攻击范围的，以其康元准圣的实力，自然是可以完全催发东皇钟。而在东皇钟发出声音第一时间，方圆千里已经被无形的透明结界笼罩，这个结界便是东皇钟攻击范围。东皇钟攻击的方式更加特别，直击灵魂。轰！燃灯的身躯狠狠撞击在屏障之上，他惊恐转头看着缓缓飞过来的菩提老祖。燃灯刚见面就要说再见了，真是让人有些悲伤呢。只是很可惜，你若不死，那死的便是我。噗！燃灯再次吐出一口鲜血，死死地盯着齐康元。不过短短几年时间没见，你还真是让我有些意外啊。为了活命，燃灯也顾不得隐藏什么手段，定海珠、琉璃灯、紫金钵盂全部都被祭出，漂浮在他周身。所以你背后的人究竟是谁？能告诉我吗？到最后，燃灯还想要知道菩提老祖背后的人。齐康元摇摇头，自己背后哪里来的人？自己就是自己背后的人了。只可惜他们应该不明白什么叫做系统吧。眼见齐康元不吭声，燃灯继续问道：那你能告诉我东皇钟为何会在你的手上？东皇钟在我的手上，不是很正常吗？齐康元淡淡的笑道，看着漂浮在掌心的小小一顶钟。燃灯古佛，你应该明白东皇钟的威力，恰巧我能够完全发挥出东皇钟的威力。看在你我曾经一面之缘的份上，我答应给你一个临死前的愿望，当然不能太过分。齐康元并非是真的要去满足燃灯古佛的愿望，而是他也没想到东皇钟竟然如此耗费法力。刚刚3声钟响尚未觉得，如今他想要完全催发东皇钟的力量，竟然已经输入一大半的法力。燃灯惨然一笑，绝望的摇摇头。他明明知道菩提老祖实力非同凡响，只是认为这些年自己的进步还有累积的法器足以对抗菩提老祖，甚至他已经做好了只是探听消息的准备。但往往没想到菩提老祖手中竟然有东皇钟，他不仅逃不掉，甚至连活下去的机会都十分渺茫。2/3的法力注入东皇钟，齐康元总算是感受到了东皇钟已经充能完毕。既然燃灯古佛你没什么想说的了，那就让我送你上路吧。微微一笑，齐康元抬手催动了东皇钟，给我看！燃灯古佛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法力疯狂地涌入所有法宝，七彩缤纷的颜色漂浮在他的周围，所有的法器都被催动到了极致。但他还是留了一手，趁着齐康元不至于，他左手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自己的额头，一颗透明的珠子被他强行打入脑海。嗡！便是此刻，全力出击的东皇钟声音已经响起，咔嚓！紫金钵盂率先出现一道裂痕，这件伴随燃灯无数年的灵宝就这样开始毁灭。咔咔咔！随着裂痕一点一点增加，紫金钵盂竟然开始化作金色的飞灰，随风消散。东皇钟果然可怕。最后念头闪过，燃灯完全放弃了防御，将所有的法宝催动轰向齐康元。乾坤尺率先斩落，无形的空间能量与音波能量撞击在一起，整个天地的空间瞬间被撕裂，一道道黑色的裂缝出现，疯狂吸收周围的树木花草。临死反扑了吗？齐康元眉头一挑，心中却是一点也没有那么轻松。他的确比燃灯强，但燃灯存在的时间可不少，而且还做了那么多年灵山过去佛，谁也不知道燃灯还有什么样的底牌，不能给你一点机会。抓起一把丹药塞入嘴里，齐康元刚刚被消耗的法力快速恢复，不过眨眼之间已经恢复了一大半。而后他再次将法力注入东皇钟，准备敲响东皇钟。咔嚓！乾坤尺出现一道裂痕，强如燃灯的招牌法器竟然也抵不过东皇钟的音波攻击。定海珠与琉璃灯紧随其后，每一件法器都支撑了片刻时间，硬生生将音波攻击的脚步给拦了下来。咚！眼看着有希望完全拦下这一次攻击，一声钟响让燃灯的心完全死了。看来今日贫僧真的要陨落在此处。叹了一口气，燃灯苦涩一笑，也不知道还
还有没有机会？轰！他的念头还没闪过，2道恐怖的音波攻击直接击碎了他所有的法器，贯穿他的身躯。眨眼之间，燃灯的身体4分5裂，然后化作灰尘，一点一点随风飘散。齐康元站在原地，没有走出方寸山的地界。在七星宝莲内，他能够隔绝准提的探查，一旦他走出去，准提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他的不正常，竟然连战利品都没有机会去捡。齐康元耸耸肩，无所谓的开口。不过最后2道攻击，燃灯的法器都损坏的差不多了，估计也没啥好东西留下。随手一挥，加快燃灯肉身化作尘埃。齐康元在用大恢复术将周围环境恢复后，便回到后院之中。2人的战斗十分短暂，几乎只是一个碰面就已经结束。饶是燃灯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齐康元秒杀。这个时候，陈乾与王章2人也已经和文殊菩萨开始大战。淡淡看了一眼齐康元，就收回了自己的目光。他没有注意到一颗透明的珠子缓缓从泥土之中翻出来，恰好一头因为战斗余波只剩下一口气的野猪就在旁边。野猪眼睁睁地看着那珠子一点一点滚到自己嘴巴里面，最后进入自己肚子里。很快，野猪眼珠一翻，直接咽气。下一秒，一缕金光在野猪身体表面闪过。野猪缓缓爬起来，看了看方寸山的位置，眼里闪过一丝迷茫，但一股莫名的感应让他要尽快离开方寸山。此刻，灵山和地府已经陷入一片慌乱。燃灯的名字从生死簿上消失了，是消失，不是被划掉。同样，灵山燃灯古佛留下的灯芯也熄灭了，这都意味着燃灯陨落。当如来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，就怀疑是不是燃灯给自己设下了局，可他立马就打消了这个想法。虽然他与燃灯在内部不对付，但对外的时候，2人从来不会轻易开玩笑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如来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过去佛的陨落，这对灵山影响十分巨大，若是处理不好，只怕是会引起内部争斗。守着燃灯灯芯的小和尚颤颤巍巍，惊恐不已，回禀佛祖。就在刚刚，小僧发现燃灯古佛留下的灯芯忽然暗了一下，于是便连忙上前查看。小僧瑟瑟发抖地开口道，而后燃灯古佛的灯芯就忽明忽暗，正当我准备传讯灵山，灯芯就忽然熄灭了。听到小僧的话，如来整个人脸色阴沉不已。他想了想，缓缓站起身来，带我去燃灯古佛留下的灯芯前。漫天佛头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他们静静地看着如来和那小僧离开了大雄宝殿。观世音，应当让你去的。弥勒佛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观世音的身旁，叹了一口气道。观世音转头看了一眼弥勒佛，可当时贫僧去了地府，刚刚回到灵山，观世音还没汇报地府的事情，就被燃灯陨落的消息给雷得外焦里嫩。他怎么都想不到，燃灯古佛这样一个惜命的家伙，怎么可能会就这样死了？我不是说站在这里的你，我是说其他的你。弥勒佛看了一眼观世音道，你自己也应该清楚你的那个能力最好的用法。观世音没有再说话，若非为了踏足更高的位置，他当初又怎么可能会加入西方灵山大雷音寺偏殿？此处供奉了不少各种各样的法器，有灯芯、佛珠、木牌。如来跟着小僧一路走到最里面位置，这里供奉着3件最耀眼的法器，代表着过去、现在、未来3大佛陀。而在这3大佛祖的上方，则是2位圣人。如今燃灯的灯芯已经完全熄灭，只有一丁点火星残留。火星！如来眼神一凝，瞬间发现了不对劲。燃灯古佛若真的陨落，应当灯芯完全熄灭，连一点火星都不会留下，怎么可能会有一丁点的火星没有熄灭？难道燃灯还有一丝真灵存留？是了，应该是这样。如来瞬间肯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。燃灯虽然是过去佛，但当初也得到了不少灵山好处，这些好处里面难免没有一些保命手段，只是这保命手段怕是代价有些大。不知道燃灯究竟是轮回了还是夺舍，好生看着，若还有变故，及时通知本座。如来给小僧下了命令，转身回到大雄宝殿。诸位，如来回到座位，看着所有看向自己的人。方寸山之事，只怕已经牵扯到圣人存在。燃灯古佛乃是灵山数一数二的强大战力，能够击杀燃灯古佛，我只能想到传说之中的圣人。说着，如来转头看向弥勒佛，弥勒佛，你我皆派遣3世化身前往各大道场寻找圣人踪迹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势必要尽快联系到圣人。弥勒佛躬身行礼，小僧明白。如来紧接着又转头看向观世音，观世音菩萨，怕是需要你再跑一趟方寸山。观世音眉头微皱，虽然他有不死的手段，但另外的自己死了，对他也是有很大影响的。如来自然明白观世音的担忧，继续道，你回来之后，本座会亲自前往地府为你求取一些弱水。听到这话，观世音顿时双眼一亮，小僧愿意前往方寸山，反正死的又不会是自己，怕个鸟，大不了多修炼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其他人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如来转头看向其他人，一旦发现任何不妥，我们极有可能会迎来大战。漫天诸佛闻言，内心都微微有些震撼。灵山这才安稳了多少时间啊，竟然又有可能要迎来战斗了。他们可不想去战斗。长眉，去寻找新的降龙伏虎。如来继续道，18罗汉阵不可或缺。要是琉璃佛，麻烦你炼制一颗沉睡丹。方寸山事情未解决之前，西游亮劫暂时不能启动，所以就让孙悟空先沉睡吧。药师琉璃佛点点头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翡翠瓶子丢给如来，此药可让大罗金仙沉睡1000年。药师琉璃佛淡淡开口，除非服下解药，亦或者准圣出手，否则无人能干预。如来点点头，想了想，将玉瓶递给了一旁的灵吉菩萨。灵吉菩萨，你去找六儿，他知道应该怎么做。灵吉菩萨点点头，只要不去方寸山，哪里都行。安排完了一切，如来有些担忧地看向地府，希望那个家伙不要在这时候搞事情。灵山此刻水深火热，齐康元则是兴奋异常，他当坐下准备继续钓鱼，系统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。D 检测到宿主与燃灯大战并击杀燃灯古佛，造成灵山巨大变动。综合评价 S 奖励宿主困神阵、太上炼药术、尸鬼封禁、神元之地、母猪的产后护理。系统的声音让齐康元顿时兴奋不已，自己出手竟然也有效果，那要不自己想办法出去偷袭灵山的那些家伙，将他们高手一个个都杀了，岂不
不是能原地正道混元？这个念头还没落下，系统声音便再次响起：系统错误，检测宿主非法使用系统，现已更正。1. 只有弟子大闹3界方可结算。2. 只有在方寸山或宿主居住地千里之外进行方可结算。3. 宿主本人出手，则清空档次所有结算。4. 念系统故障，本次结算不回收。我星号星号星号你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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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星号星号星号星。听到系统再次响起的声音，齐康元直接竖起中指对天怒骂，可惜系统却仿佛死了一样，根本不理会他。骂了半天，齐康元才无奈地坐下。还好这次的奖励没有给我收回去。将奖励一拿出来，齐康元又开始兴奋起来。困神阵，可困准圣之下高手，并开启虚影挑战。弟子们通过身份牌进入，可以挑战那被困住的神仙，并且对方的修为自己可以随意调控。太上炼药术很简单，就是太上老君的炼药术。齐康元有一种感觉，这怕是此次奖励之中最好的存在了。尸鬼封禁，啥玩意儿？火影乱入。等齐康元看明白后，才发现这道神通的强大。此术可以将一名修为不高于自己的人封印在自己或者他人体内，而后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抽取对方的力量使用。还真特码是火影乱入，但这玩意儿可比火影的尸鬼封禁强多了。齐康元忽然咧嘴一笑，若是我抓10个8个准圣封印在孙悟空他们体内，那岂不是批量的准圣高手？反正修为不超越自己，都可以被封印进去。将这道神通暂时放在一旁，齐康元继续看下去。神元之地，一处隐匿在混沌之中的仙神之地，大小约方圆万里，灵气弥漫，灵根无数，是一个比方寸山更好的仙家福地。更可怕的是，神元之地并未在3界之中，它可以在3界任何地方设下印记，从而进入，也可以在里面出现在任何拥有印记的地方。这不就是任意门吗？齐康元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相比起来，神元之地的价值不比太上炼药术地，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的好东西，齐康元看的眼睛都要花了。将目光放在最后一样宝贝上，齐康元整个人顿时愣住了。接下来便是暴怒，黑幕，这一定是黑幕！系统你一定在耍我！母猪的产后护理，我特码都穿越西游了，你让我去养猪，就算是养天蓬元帅，那也是一头公猪啊，还特码产后护理，我护理你妹好不好？拿起那本书，齐康元就要准备丢掉，可鬼使神差的，他又将那本书放回了自己的随身空间。身为准圣，他早就已经可以开辟一个独立的空间，携带随身物品。燃灯死了，灵山一定会很快反扑。虽然有7星宝莲隔绝气息，但以力破技，强行轰他周围空间的话，方寸山也会暴露。况且下一次谁也说不准会不会是圣人前来。看来我们要搬家了。身形一伸，齐康元来到了大殿中。降龙伏虎还被困在原地，此刻正在被几名弟子围攻。齐康元随手一挥，数道人影直接消失，只留下了一名弟子。那弟子抬头看了看瞬间冷清的空间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师傅，别猜了，都是我的分身。齐康元无所谓的开口道，这不是为了让方寸山人气活跃一点吗？而且收了你们3，我知道你们无法下山之后，就不能继续祸害别人了不是？那弟子闻言差一点崩溃。师傅啊，合着这些年你就逮着我们3兄弟骗啊？亏的弟子还那么相信你，你说说。停，打住！齐康元抬起手，连忙阻止了自己的3弟子。成就大罗之法，多谢师傅，师傅您最好了。3弟子张三瞬间换了一副谄媚的笑容。齐康元很是无语的看了一眼他，道：我说三儿啊，你说说你当初为啥要选一条要修的道路，偏偏是为师最不擅长的。你看看你在上面累死累活，人家在下面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得用力啊。张三尴尬一笑，弟子喜欢玩药吗？弟子研究出来的蓝色逍遥丸，师傅你不是也拿？不等张三说完，齐康元一把捂住他的嘴巴。可，好了，说正事，我们要准备搬家，在此之前，我要将这2个玩意儿给收拾了。话音落下，齐康元抬手便是困神阵，2道光束笼罩降龙伏虎，下一秒2人就被封印在一根1米粗细、10多米高的石柱之中，还挺方便的。只需要自己落下弟子的印记，他们触碰石柱就能够与虚影对战。还有这个，顺便传授给你。齐康元收起2根石柱，抬手拍向张三额头。太上炼药术的所有内容全都印入张三脑海。走吧，外面还有俩。带着张三来到前院，齐康元也懒得废话，抬手就是困神阵将文书普贤封印起来，而后给陈前王章解释一番为啥只有他们3个弟子后，便准备搬家。就在这时，山门口忽然传来一声牛叫，齐康元整个人一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自己为何没有感应到牛出现？转头看过去，发现一头黑色的大水牛正拉着一只母山猪在门口晃悠，不对劲，10分之中有18分不对劲。齐康元带着3名弟子来到山门口，这牛受伤了，气息残存，灵魂碎裂，仅有的一丝真元护住了心脉，所以才活了下来。奇怪，这猪不是应该死了吗？为何还活着？听到张三的话，齐康元也好奇起来，仔细看向那山猪。很快，他就在山猪的脑海之中发现了一丝不对劲。夺舍成猪，齐康元愣住了。山猪脑海之中一丝熟悉的气息闪过，他连忙上前将手放在山猪头上。下一瞬，他脸色古怪无比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，真的笑死我了。齐康元哈哈大笑，眼角都出现了泪珠。3弟子不明所以的看向齐康元，齐康元指着那山猪道：你们估计都想象不到，这位是谁吗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燃灯古佛。燃灯啊燃灯，没想到你还有留有后手，连我都骗过去了。只可惜你好死不死，为啥偏偏选中了一头要死不活的山猪，还是一头母猪？齐康元疯狂大笑，3大弟子则是一脸懵逼。燃灯古佛，燃灯什么时候过来了？看师傅的样子，好像2人都已经发生了战斗，而且师傅杀了燃灯。陈前咽了咽口水，师傅，你杀了燃灯？齐康元半晌之后才停下大笑，没错，你们的老师我杀了燃灯，谁让他来找麻烦的？齐康元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大概说了一下，众人这才明白，原来齐康元已经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就解决了一个大大的麻烦。师傅，既然现在找到了燃灯最后一缕真灵，王章冷笑着看着那头母猪，要不直接
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王章意思显而易见，我觉得这样不好。张三摇摇头，按照二师兄所做，不过是杀了一个没有威胁的小卡拉米而已，我觉得留着燃灯反而有大用处。齐康元点点头，笑着看向张三，来具体说说。齐康元也不打算真的继续杀死燃灯最后一丝灵魂，但自己弟子的意思还是想要听一听。既然是培养弟子，可不能仅仅只是他们的修为实力，还有智慧、大局观等等也不能少。张三思索了一下道，燃灯现在这样子，对我们没有一点威胁，但只要燃灯在我们的手里，那以后就能够用来威胁灵山。燃灯古佛对灵山的影响力定然不小，而且身为过去佛，灵山应该也有人在暗中支持他。只要燃灯在我们手里，他们就会投鼠忌器，所以我觉得燃灯或者比死了好。齐康元满意的点点头，分析的很不错，但你还少算了一点。张三微微一怔，疑惑的看向齐康元。齐康元笑着道，燃灯只要活着，早晚会有一天恢复曾经的实力，但他只有一丝真灵，灵魂受损，所以记忆也会出现偏差。你们说如果我用点手段，燃灯以后会不会变成我的大手？听到齐康元的话，众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真恶毒，培养对方的狗去咬对方，伤害力不高，但侮辱性拉满了。陈前眉头微微皱起，可燃灯在我们手里，灵山会不会用一些特别手段感应到他的位置？这几天几人也差不多明白，菩提祖师定然有一种神奇的法术，隐匿了方寸山的存在，也正是如此，他们才有机会突破大罗，而且菩提祖师的手段一定很高明，否则准提圣人早就发现这里的异常，前来收拾局面。齐康元想了想，十分肯定摇头，不会。说着，齐康元看向了那一头黑牛，倒是这头牛有点特殊啊，黑牛浑身是伤，灵魂也是奄奄一息。齐康元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才坚持来到了山门前，甚至还带来了燃灯夺舍的母猪。最奇怪的是，对方是怎么在七星宝莲遮蔽之下，精准找到方寸山上门的？算了，一起带走吧。齐康元最后做了决定，反正去了新地方后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说着，齐康元打开了系统空间，找到神元之地的奖励。搬家并不需要齐康元花费太大的力气，只需要他神识将想要带走的地方范围笼罩，而后启动神元之地就可以拉进去。当然，在离开之前，齐康元也在原地留下了数个印记，这可是以后回来的凭证，免得在虚空乱流之中，以后很难寻找方位。众人只感觉眼前景色一变，已经出现在一处洞天福地，这里范围十分大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而在万里之外，则是一片白色的屏障，屏障外面便是空间乱流。刚刚来到这里，齐康元便瞬间清除了这里的一切。他想了想，将方寸山直接坐落在最高的一处山峰，两者瞬间融合在一起，原本小小的方寸山直接变为万米高山。而后齐康元心念一动，方寸山的环境也开始变化，原本只是一个小小庙宇的三星洞，眨眼之间变成了一处辉煌的门派大殿。齐康元将封印降龙伏虎文书普贤的石柱放在了刚刚成型的广场之上，有些空了。巨大的广场之上只有4根孤零零的石柱，看起来十分空旷，倒也不用着急，以后多封印一点就行了。齐康元无所谓的道，这一波斩杀燃灯，他可谓是得到了极大的好处，接下来就等孙悟空操作一番，而且另外3名弟子也已经突破大罗，想来很快就可以下山去大闹3界了。至于3名弟子的住所，齐康元则是安排到了另外3座山峰。神元之地地大物博，一人几座山头都是小事情。师傅，我感觉有点不对劲。忽然，陈前眉头一挑道，这里灵气充足，我感觉我身体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。话音刚落，陈前的周身猛然爆发一阵青色的光芒，青色光芒逐渐变化，很快就形成了一朵青色莲花，而陈前则是已经陷入昏迷，漂浮在青色莲花之中。这时，齐康元内心一惊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大弟子竟然还有特殊之处。当初收大弟子为徒的时候，只是随意在凡间找了一个人而已，显然大弟子也不简单。嗡，一道青色光柱猛然爆发，直冲天际。在这青色光柱之中，青色莲花缓缓盛开，陈前则是被青色莲花托起，漂浮起来。混沌青莲，齐康元猛然想起，这不就是混沌青莲的模样吗？只是3界之中无人见过混沌青莲，所以他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。陈前和混沌青莲有什么关系？齐康元眉头紧皱，忽然觉得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好像也没那么简单。他相信陈前不是混沌青莲转身，当年盘古开天辟地后，混沌青莲化作无数天地灵宝，每一件都能对得上号。不对，有一件没有了踪迹。齐康元猛然瞪大双眼，不是吧？陈前会是那玩意儿的转世不成？可那家伙不是已经陨落了吗？齐康元咽了咽口水，若陈前真的是那个东西转生，怕死自己真的赚大发了。那个东西根脚绝对超越3界之中99%的存在，连自己怕是都比不上。师傅，大师兄这是怎么回事？王章与张三2人此刻也反应过来，连忙询问。齐康元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若只是给他下药，俺走一遭也无妨。六耳猕猴叹了一口气道，但我希望不会因为这一次就让我暴露在孙悟空的面前，从而影响了后面计划。六耳猕猴早就已经与灵山勾结在一起，灵山允诺他佛陀之位，他为灵山办事，可偏偏却又找不到任何的方法。后来道祖吩咐下西游2劫之事，他们就看到了机会，让同根同源的六耳猕猴替代孙悟空成为灵山未来斗战胜佛，这样可比一个不一定能受约束的野猴子强。只是这换人的事情不是说换就能换的，因此灵山才将其设置为81难中的一难。等到时候，六耳猕猴会想办法将孙悟空带到灵山，灵山诸佛会一起出手阻拦天机，强行将2人的命格更换。灵吉淡淡一笑道，放心吧，不会的，况且你的实力早已经是大罗金仙后期，孙悟空会的你都会，孙悟空不会的你也会，就算是暴露了，他在你面前也没有获胜的机会。六耳猕猴目光冰冷看着灵吉菩萨，若不是我答应了佛祖，就凭你刚刚说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更换命格计划不能出现丝毫差错，若因此而暴露了我，灵山也会迎来不小的麻烦。灵吉脸色微微一变，顿时沉了下来。他没想到六耳猕猴一个猴子竟然敢这样跟他说话，自己好歹也是灵山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若非灵山愿意接纳六耳，他六耳也会沦为他人的坐骑而已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多说话了。灵吉的声音也逐渐冰冷下来。做完这件事情，你亲自与佛祖汇报吧。本座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另外，你最好是能活着回来。冷哼一声，灵吉化作一缕青烟消失。六耳猕猴淡淡看着灵吉离开的地方，装神弄鬼，打开玉瓶，他仔细看了看，确定这丹药没有其他什么问题，这才放心。在命格更换之前，孙悟空可不能死。命格更换也非一句话的事情。孙悟空乃是天命人，是天道关注的存在。只有到固定时间，孙悟空命格最弱的时候，才有机会成功，否则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自己反而会受到牵连。六耳摇身一变，化作一只普通的猴子，而后他召来筋斗云，朝着花果山飞去。此刻孙悟空已经恢复完毕，正在洞天福地中修炼自己的如意棍法。为啥俺老孙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？孙悟空忽然停下动作，眉头紧皱，他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，内心一直都毛毛的，连修炼的状态都进不去。罢了，都回来这么久，也应该去看看猴子猴孙怎么样了。收起金箍棒，孙悟空从洞天福地走了出来，很快就有猴子发现他回来了。花果山顿时陷入一片狂欢之中，看着下面一片欢喜的猴子，观世音目光冰冷不已。如来还是将他派遣来试探一下孙悟空真正的实力，因为他的情况也十分特殊，在外人眼里，他也只是一个大罗金仙的高手而已。但实际上，他使用秘法之后，即便是准圣也能够一战。若殊死搏斗，准圣与他谁胜谁负都不太一定。刚刚他也已经通知了六耳，正好他与孙悟空战斗之后，孙悟空一定会受伤，到时候六耳便可以用各种借口给孙悟空送去酒水，融合了丹药的酒水更容易让孙悟空上当。观世音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就在观世音即将准备动手的时候，一道疑惑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转头望去，却是太白金星正缓缓地飞过来。太白金星，看到太白金星瞬间，观世音就明白怎么回事。天庭还不知道灵山的计划，所以太白金星照常按照剧本走了。但燃灯古佛陨落是一件极大的事情，所以他不可能将这件事告知太白金星。太白金星，孙悟空如今实力有些异常。想了想，观世音还是找了一个听起来很正常的借口，本座奉佛祖之命前来试试孙悟空真正的底细。真正的底细。太白金星深深地看了一眼观世音，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。东海和地府的事情，天庭自然也知道孙悟空不对劲，但他们一直都没有动手，就是想要看看灵山打算如何。现在看来，灵山也没打算让孙悟空超出自己的掌控，需要我让让吗？太白笑呵呵地问道。观世音点点头，这边事情大概还需要延后一番，届时佛祖会亲自前往天庭给大天尊解释。实在抱歉，让太白金星白跑一趟了。太白金星笑着摆摆手，没事没事，我也好久没有来人间了，正好可以去人间玩乐一番。说完，太白金星一溜烟便消失不见。看着太白金星离开，观世音冷笑一声，他又何尝不明白，太白金星也在暗中试探自己，想要知道准提圣人和他的三世化身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。大罗初期的实力应该不够。观世音低声呢喃一句，那就直接大罗巅峰吧。心念一动，他手中的玉净瓶瞬间飘出无数的白色光点，这些光点疯狂涌入观世音的体内，紧接着他的境界疯狂上涨，眨眼之间就已经到了大罗金仙巅峰。右手拔出杨柳枝，观世音轻轻一点，一滴水被丢了出去，那水遇风便涨，仅仅只是一眨眼便化作一团数百米大小的水团，水团漂浮在半空之中，开始变化，不多时就化作一头透明的巨龙。巨龙怒吼一声，直接冲向花果山。哈哈哈，好酒！刚刚喝下一杯酒，孙悟空忽然眼神一冷，我还没来找你们麻烦，你们就先找上门来了。既然如此，俺老孙就让你们知道，俺老孙可不是那么好算计的。唰，孙悟空瞬间消失在水帘洞，再次出现，他已经在花果山上空。长金箍棒瞬间变化成为数百米大小，对着那水龙直接砸了过去。轰！金箍棒与水龙撞击在一起，一瞬间水龙就被砸得四分五裂。可那些水珠并未消失，而是漂浮在半空之中，将孙悟空包围在中央。御水之术，孙悟空微微眯起双眼，这门法术他也会，但却还从未使用过。此刻他也没有打算直接使用御水之术解开对方的法术，而是在等待着对方的出现。孙悟空，你连番大脑东海龙宫与地府罪大恶极。观世音的身影缓缓飘来，看着孙悟空道：本座念你修行不易，你若愿意回国，本座可带你前往天庭认罪。认罪？笑话！孙悟空闻言顿时大笑起来。俺老孙天生地养，还不认识认罪这两个字怎么写，反倒是你个大男人装扮成这个样子，不男不女的模样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孙悟空丝毫没有给观世音面子，他早已经认出了观世音，但那又如何？两人已经在地府交手过一次，再次交手也没带怕的。观世音脸上闪过一丝愠怒，他这辈子最恨别人说他不男不女了，若非为了修炼，为了自己的未来，他又怎么可能会舍弃自己原本的模样？哼，泼猴，如此言行有失，到底是谁教你的？观世音厉声呵斥，眼底却闪过一丝金光。如若孙悟空被激了一下，说出方寸山的事情，他还能够得到一分意外的情报。谁教我的？孙悟空的语气也瞬间冰冷下来。当然是你爷爷。看打，对方竟然在试探自己底线，孙悟空也懒得废话，直接拎起棍子就冲了上去。您，观世音随手捏了一个法诀，那些漂浮在半空的水珠立马朝着孙悟空汇集过去。破！孙悟空怒喝一声，金箍棒再次砸下，可这一次棍子砸在那水面上，竟然只是掀起了一丝丝波纹，终究只是一个使用蛮力的猴子罢了。观世音心中冷笑一声，遇见高级法术就没有什么应对手段。话还没说完，他便看见孙悟空猛然张开嘴巴，一股灼热的火焰从他嘴巴里面喷了出来，那火红的烈焰直接将那些水珠烧得滋滋作响，冒起一阵阵白烟。三昧真火！观世音惊呼一声，这才想起来，孙悟空在地府之中已经使用过三昧真火了，只是当时因为旱魃的原因，并没有太多人在意，这下倒是有些难办了。观世音眉头一挑，柳枝快速滑动，一滴滴水珠不断的落下，一直花费了10滴水珠，这才完全将三昧真火熄灭。这就是灵山的菩萨啊，看来也不怎么样嘛。孙悟空嘿嘿一笑，一脸嘲讽，我说这位观世音菩萨，我看你长得还不错，要不就留在花果山给我当看门的好了，我花果山到现在可都还没有看门的到头，让自己看门。观世音眼底闪过怒火，
妄言，胆敢挑衅本座，本座今日便要将你镇压。玉净瓶直接脱手，朝着孙悟空砸了下去。孙悟空也不含糊，抬起棍子就迎了上去。我让你们灵山算计我，今天就率先收一点利息。砰！两件法器狠狠地撞击在一起，整个天地都微微震颤了一下。好强，不愧是天道眷恋的宠。花果山，一只普通的猴子拎着另外一只昏迷的猴子，看着天空之上的战斗。六耳设身处地想了一下，如若自己也只有这么短短几年时间，怕是连太乙金仙都达不到吧。比起孙悟空，自己感觉真的像是一个废材。看了一下被自己抓在手中的猴子，猴子已经进气少，出气多了。借你的身份一用，从今往后，花果山就没有你这样1号猴子了。六耳随手将猴子的尸体收起来，缓缓走向水帘洞。他的任务要等到观世音与孙悟空的战斗结束。砰砰砰！玉净瓶不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攻击孙悟空，可孙悟空每次都轻松抵挡住。看到观世音都震撼不已。玉净瓶中装的乃是4海之水，重大万吨，如此重量，孙悟空都能抵挡得住，足以看见对方的力量强大至极。阿弥陀佛，孙悟空，本座再奉劝你一次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你与本座前往天庭认罪，本座可以让天庭对你从轻处罚。孙悟空挥出一棍子，冷笑不已。从轻处罚？俺老孙可是没有什么错，谁能处罚俺？你想要抓我，那就拿出一点真本事来。观世音气的脸都快扭曲起来，他死死地盯着孙悟空，猛然抬手，一道金色的万字印记从他手中飘出来。万字印记迎风而长，眨眼之间已经覆盖了方圆千里，花果山都在其范围之内。孙悟空，你若再冥顽不灵，可就别怪本座动真格的了。观世音声音低沉，孙悟空内心一沉，虽然他也知道自己可能不是观世音的对手，但怎么也没想到观世音到现在都还没动真格，而自己已经在全力以赴，差距竟然如此之大。观世音只是灵山众多菩萨中的一个，在菩萨上面还有佛主和佛祖，那些又该是有多么强呢？认输可不是爷的性格，战斗只是爷的爱好。孙悟空怒吼一声，身形猛然变大，正是法相天地，以为开了法相天地就有机会了。观世音见状冷笑一声，右手猛然往下一压，将整个花果山笼罩着的万字印记开始缓缓降落。孙悟空猛然用力冲天而上，金箍棒给我大！如意金箍棒眨眼变成数千米长、数米粗，被法天象的抓在手中，下一刻被孙悟空直接戳向天空之上的印记。轰！二者刚刚接触，孙悟空身形便开始快速倒退，哪怕是用出了法相天地，他的力量依然比不过万字印记。给俺老孙顶啊！咆哮的怒吼一声，孙悟空的身形再次变大1倍，他所有的力量都被用来阻拦印记，全力爆发之下，那印记降落的速度也开始逐渐降低。他没事，而且他的大造化来了，各自造化，六耳猕猴，大造化。两人一愣，旋即露出一抹羡慕的神色。当年他们知道方寸山一切都是为孙悟空服务的时候，也露出过这样的表情。齐康元看了两人一眼，淡淡的道：“你们羡慕个啥？有为师在，就是你们最大的造化。放心吧，大师兄有的，你们以后都会有。特别是你，张三。”说着，齐康元语气也逐渐严肃起来。太上炼药术可是太上老君毕生精华，你若是能够好好的学进去，足以笑傲整个3界。你若能在那基础上突破，就算太上老君在你面前也要低头。听到齐康元的话，张三不可思议瞪大双眼，他也没想到太上炼药术竟然真的和太上老君有关，他还以为仅仅只是一个名字而已。旋即，他整个人都陷入狂喜，有了太上炼药术，他在药理上面会很快突破的。咕噜，王章咽了咽口水，同样羡慕地看向张三师傅，那我呢？王章眼巴巴地看着齐康元，您可不能厚此薄彼，大师兄和三师弟有的，我也要有才行，不然怎么样？齐康元笑着看向王章，自己这些弟子还真是不错，一个个都大罗金仙了，偏偏在自己面前就像是个小孩子一样，不然我就哭给你看。王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说，当即做出一副要哭的模样。齐康元翻了一个白眼，这丫的还真让人没有办法。摇摇头，齐康元猛然抬手，一道灰色的光芒瞬间从他手中没入王章的眉心。此乃乾坤断体诀，修炼至巅峰便可以肉身成圣，不死不灭。我说的肉身成圣，是真的可以成为圣人。齐康元一脸认真看着王章，你且要好好琢磨，但并不是说你修炼了乾坤断体诀就没有后顾之忧的直达圣人，要想踏出那一步，终究还是需要你自己的感悟。王章双眼放光，兴奋不已。弟子明白。跟着齐康元这么久，他自然也很清楚，有些东西明明很简单，师傅都会说得很困难，大抵就是不想让自己等人太过高傲。但他也能理解，心浮气躁的修炼终究是会落了下沉。啪啪啪，齐康元拍了拍手，好了，你们大师兄的情况谁也不知道会经历多久，这段时间你们就回自己的山峰修炼吧，应该等不了多久，也到了你们下山的日子了。下山？听到这2个字，两人顿时一怔。张三瞬间红了眼眶，师傅，你要赶我们走？我们和西游亮节没有一丝关系，不像小师弟那样，为何你也要赶我们走？王章同样有些不理解，明明一个壮汉，却露出一抹小女孩不舍的模样。师傅，我就想一辈子在你身边伺候，你别赶我们走啊！齐康元无语地看着两人，想啥呢？为师是有任务给你们，只是这任务必须要让你们下山，总之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我们已经成为灵山的敌人，所以有些事情不得不做。王章与张三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只要师傅不让我们和小师弟一样不能回来就行。张三露出一副委屈的模样，要是以后不能回到方寸山，我会死的。去，死什么？齐康元白了他一眼，你的师兄师弟现在都是大罗金仙了，就你还没突破，赶紧回去好好修炼，那些任务可是需要你突破大罗才行。张三用力点头，好，说着他便要转身离去，可当他刚刚转过身去，就看到了黑牛牵着母猪到处在晃悠。师傅，您应该也没有时间照顾这2个畜生，要不就让我带走吧。张三指着黑牛与母猪。齐康元想了想，自己的确不像管这些破事，陈前如今得到造化，没有办法处理，王章这个大老粗又干不好这些事情，行，那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只1秒，齐康元就答应下来，这俩随便你造，
只要没弄死就行。张三嘿嘿一笑，挠挠头，师傅，这都被您看穿了。齐康元笑而不语。太上炼药术的确惊艳，但炼药一途需要大量的实验经验，让黑牛和母猪给张三当小白鼠也不是不行。师傅，那我也先过去了哈。王章打了一个招呼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他要回去仔细钻研乾坤连体诀。刚才他偷偷看了一眼，仅仅一眼就让他明白了此术的强大。若非齐康元在这里，他恨不得原地开始修炼。都去吧。齐康元笑着摆摆手。等两人离开后，他随手布下一层结界，将陈潜保护起来。而后他闪身出现在一处巨大的河边，随意找了一个石头坐下。齐康元继续开始钓鱼。方寸山消失在三界的时候，灵吉菩萨来到一处山洞之中。六儿，你可以出来了。灵吉一脸淡然地看着山洞内部，一道白烟出现，紧接着一道人形生物缓缓从山洞内部走了出来。那是一只猴子，只是这猴子有6只耳朵。这么快，应该还没到替换孙悟空的时候吧？六耳猕猴疑惑地看着面前的灵吉菩萨，询问道。灵吉点点头，的确还没到时间，但现在出现一点变化，所以需要你提前出现。说着，灵吉将一个玉瓶丢给六耳，这里面乃是一颗可以让人昏睡的丹药。佛祖让你前往五指山，给孙悟空吃下这丹药。六耳一怔，这是为何？灵吉简单解释了一下，西游亮劫需要延迟时间，所以就需要孙悟空沉睡一段时间。你放心，以你的变化之术伪装成为普通猴子，孙悟空是看不出来的，而且他也不会对同类设防。灵吉菩萨的话显然不能让六耳信服。